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啊，命苦给人做了上门女婿，年纪轻轻就这么没了，叫我老婆子往后可咋办呢？哎呀！王奶奶，我爹不会死的，你别在这儿咒我爹了，省得给我爹招晦气。当初是你不给我爹娶媳妇儿，他生病了，你还逼他去服劳役，是我太爹把我爹背回来养好，跟我娘成亲的呀。您还拿我爹当闺女出嫁，收了我爷爷5两银子的彩礼，骂我爹是个短命鬼，说这辈子老死不相往来，要饭也不准要到你们家门上去。这会儿我爹出事，生死不知，你就赶着来要钱。王奶奶，我爹他是你亲生的不？我不管，我儿子是进了你们余家的门，也是为你们老余家挣钱才会没了命。他原本该给我养老送终的，这么早就死了，以后我的养老钱可咋办？李水莲，你个黑心贱人，人家赔的都是50两，你20两就给我打发了，真当我老婆子是傻的不成？我告诉你，今儿你要是不把钱拿出来，回头让我家老大老二拆了你家房子，把这小丫头片子卖了，你也得把我儿的卖命钱交出来。这里可是赵连周家。我是他媳妇儿，你们是？我们是钱家工房的，今日过来。哎呦，管事的，你们可来了，有啥事儿跟我说就是。我是赵连周亲老娘。不是说赵连周是上门女婿吗？他的事儿你能做主？哎，能，我好好的儿哪有给人做上门女婿的道理？这女婿我们不做了，以后我儿是要入我家祖坟的。王奶奶，你以前说过让我爹要死远点儿，别脏了你们家老赵家的地儿。呸！死丫头，哪儿轮到你说话了？我不管你们谁替赵连周做主，工坊起火的事儿已经查清楚了，是你们家赵连周挪用民工工钱，被人发现后放火烧了工坊。现在你们不但要把昨儿收的银子退回来，还得补偿工坊损失。不会的。你胡说，我爹爹最是老实，他才不会偷人家钱财。切，你们是他家里人，当然要替他说好话了。衙门已经查清楚了，现在正四处抓捕赵连周，工钱你们也必须交出来，135两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少，赶紧想法子吧。赵三娃那个怂货，他敢偷钱，可别说笑了。他自己儿子啥德行，他还能不清楚？该不会是这老爷家不想给钱，故意找人来演戏吧？那你找他呀好啦，他是我奶，我家钱都是他收着的。那短命鬼跟我没关系，他给人做上门女婿，我赵家可没这样丢人现眼的玩意儿。这么好，门都没有。你方才说了你是赵连周老娘，正好他老娘媳妇儿闺女都在，说吧，这钱你们要怎么还？哎呦，真不干我事儿啊！他进老余家就是老余家的人，你们要钱找老余家呀。这是他媳妇儿和闺女，你们要卖了还是咋的都成，可千万不能跟我赵家有关系呀。奶，你咋能这样呢？钱都让你拿了，你哪能说我爹不是你亲儿子呢？你们出去打听打听，村里谁不晓得他是我爹亲娘呢？这老婆子可真不是个东西，昨个人家赔钱，他一口一个亲儿子，这会转头就不认账了。哼，这会这是想要他拿钱，他也拿不出来了。昨刚收的钱，他家大孙儿就去女方家里下彩礼，还满村嘚瑟，生怕人不知道呢。哎呀，就是可怜赵三娃了，生前叫这老婆子搓磨得不成人样，好不容易遇到了老余家，没成想呢，这死了还要被人折磨。大叔，你都听到了，钱是他拿的，你找他要好了。我管你们谁亲生不亲生的，赵连周闯了祸，
你们这家里人就得替他赔。别废话了，赶紧拿钱。六子，把卖身契书拿出来。我瞅着这破屋子也值不了几个钱，那就拿人来抵债吧。我爹很快就会回来的，你给我们3日时间，我们一定可以找到我爹，把事情说清楚的。赵连州倒是好福气呀，这媳妇儿闺女长得都不赖，卖到翠红楼怎么着也得100两银子，倒是能替你爹抵些债了。你这人作恶太多，背了阴间官司，不出1月必然横死。屁大点小孩居然学着半仙唬人了，那你说说，老子会咋样横死啊？你会被你儿子砍死。哎呀，老子连婆娘都没有，你居然说我会被儿子砍死？果然是个胡说八道的小娃子呀！这么会说，送去翠红楼调教调教，将来爷们儿说不定还能去捧场呢。你敢动手，信不信我给你脑袋开瓢？哟，还是个会发威的母老虎啊，够味儿。老子喜欢。不准欺负我娘！七宝扑过去，照着他腿弯处就是一口。臭丫头，你敢咬我！七宝小手一闪，从他的如意乾坤袋里翻出一枚银针，照着他腿部穴位扎了过去。死丫头，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将这2人都给我带走！青天白日的，你就想逼良为娼？钱家再厉害，也不能没王法吧？几位爷，咱有话咱好好说。他家老爷子上山采药，几个小子也跟着一道去了，就这娘俩在家，你们这样不是欺负人吗？没错，赵三娃多老实的人，他咋就能偷人钱了？这事儿指定有啥误会。赵三娃人品妥妥的，那年我外家亲戚路过县城，托他给我家捎钱回来，那钱到我手上连包布都没打开过，他绝对不会偷人钱的。哼，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再说了，就你们那仨瓜俩枣的，和我们公方100多两银子能是一回事吗？你们这么会说，那不如替他把这钱给赔了。哎呀，这位爷，赵三娃是咱看着长大的，他指定不会干这事儿，你给通融通融，总得容咱想个法子，是不是？就你们一帮子穷鬼，全村上下也凑不出100两银子吧？办法这不是有的吗？赵连州这媳妇儿和闺女我们先带走，他要是真没死，拿钱过来赎人就是。哼，你一个管事的，凭啥替我们做主？我要见你主子。你个小丫头，还想见我主子？还真是人不大，话够大呀。你主子要是不见我，他媳妇肚子里的娃就生不下来。你个小丫头，你敢咒我家夫人？看我今儿住手！院门口不知几时站着个中年人，他缓步走到七宝跟前。告诉我，你怎么知道我媳妇儿肚子里的娃生不下来？我爹是冤枉的。可你爹偷拿钱是事实，人如今也不见了踪迹，余下的人都死了，不可能凭你们说没拿就没拿。可我要是找出证据呢？回答我前面的问题。你命中3女2子，如今长子夭折，眼下夫人肚子里这个就是你唯一的儿子。若是他不能顺利出生，你注定今生无子。死丫头，你会不会说话？知不知道你面前这位爷是？闭嘴，滚一边去！红脸汉子讪讪，眼神阴鸷看了一眼七宝，黑着脸退到一边去。哼哼，气死你！你知道我是谁？不知道，大概猜出来的。七宝，不要乱说话。这闺女聪慧，3个月就会叫爹娘，满1岁就会说话。丈夫说这是生而知之，可见她这闺女是个不凡的。于雪莲不这么想，她才不想女儿太过出众，就指望孩子健健康康才是正经。钱三爷挥手让众人都散了。现在你可以告诉我，为何说我夫人肚里孩子生不下来了吧？你这人虽是手段狠辣，到底还算有底线。按说你媳妇这胎是能平安出生的，但架不住有小人作祟，所以你儿子很难保住。你说是什么小人作祟？
要如何才能保住我儿子？怀孕的毕竟是你夫人，我要去你家看过才知道。还有，我要去我爹爹出事的地方看看。好，我带你去。若是你能替我保住儿子，便是你爹的事，我也能替你解决。可你若是胡言乱语骗我，哼哼。钱三爷，我家孩子小，不懂事。带走。娘，你别怕，我不会有事的，爹爹也不会有事，我们一起接爹爹回家，好不好？于水莲心里难受，也想去钱家看个究竟，心一横，索性跟着钱三爷去了。这是啥意思啊？存心想堵人是不是？陈二叔，钱三爷请我和娘亲过去做客，过2天就和爹爹一起回来啦。水莲妹子，你这过去会不会有事儿呀？多谢二嫂关心，我信七宝爹，他断然不是那种人。钱三爷愿意给我们家一个公道，我得去看个明白。钱三爷，钱家人多眼杂，我们这会儿过去也不合适。夫人月份大了，夜出也不方便。不如明儿再见如何？钱三爷心中一盘算，也觉得这会儿带着母女回去不大好，索性留了红脸汉子3人在客栈守着，自己则着回了家里。死丫头，明儿一过，看老子怎么收拾你！唉，大叔，你就听我一句劝，真不能作恶了，不然你真会没命的。老子信你才有鬼！哼，你俩看着点，我出去走走。这才刚回来，就猴急着去见相好的，也不怕人男人在家里。七宝啊，你真能看出钱三爷家里有事儿啊？是真的，娘，我没骗人。等钱夫人这事完了，我们就能见到爹爹啦。七宝，你是怎么懂这些的？我梦里有个白胡子老爷爷，都是他教我的。他能怎么办？总不能说自己没喝孟婆汤就投了胎吧？娘，睡觉觉了，七宝好困。你去看看我夫人，你爹能不能活，就全看你这回了。这话不太对呀，就你儿子，你说我爹干啥？他走到钱三夫人跟前，就见钱三夫人面色惨白，印堂乌黑，分明是大凶之兆。七宝将钱三夫人面相仔细看了看，又掀开被子查看。三爷，这……钱三爷，夫人这镯子瞧着很是好看，可否取下来让我瞧瞧？哪儿来的小娃子，真是不懂事！产房这种地方是你能来的吗？取下来。三爷，钱三爷这会儿也顾不得其他，走过去从钱三夫人手腕处将镯子取了下来，交给七宝。七宝见镯子离体，钱三夫人印堂黑色浅了几分，越发肯定了自己的猜测。他掐了个法诀，假意去摸钱三夫人的肚子，趁机打了下去，而后贴在钱三夫人耳畔道：夫人，你只管用力就是，小弟弟乖得很。说来也怪，原本躁动不安的孩子像是找到了方向，往宫口的方向追去。看见小公子的头了！哎呀，夫人，你再用力！钱三爷，走吧，再留下来就耽误人做事啦。钱三爷看了眼钱三夫人，觉得她脸色比之前似乎好了一些，这才有七宝出了产房。三弟，弟妹咋样了？多谢大嫂二嫂关心，孩子这会儿还没下来。先前我就让你们去清风观找观主看看，偏你们不信，不然也不会。三弟，你放心，弟妹吉人天相，定然会母子平安的。借大嫂吉言，希望如此了。他说话间，目光却是落在了七宝脸上。三爷放心，夫人和小少爷定能平安无事的。生了！我儿可还好？哎呀，恭喜三老爷，小少爷好着呢。赏，都赏！恭喜三弟了。这孩子天庭饱满，倒是个有福气的。七宝也想去看看孩子，
被于世莲给拉着没让动。钱三爷打赏了下人，激动的心情平复些许，这才带着七宝母女去了书房。夫人难产就是因为这个？我不知道，我就觉得夫人手上这个东西有点怪怪的。传闻有些孩子年幼时能看到一些常人所不能看见的东西，想必这个孩子生就不凡吧。三爷，你答应过我要带我去爹爹出事的工房看看的。你爹的工钱我可以替你们摆平，可纵火之事非同小可，必然不可能轻易了结。钱三爷，我夫君在你们工房整整2年，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是清楚的，纵火这事是断然不可能的。便是我知道又如何，有人亲眼看到他纵火。钱三老爷，小少爷生来羸弱，若是不好生将养，很难度过3岁劫难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三老爷，小孩子的话做不得数。我儿会有何劫难？我要去出事工房。你看出什么了？七宝抿着唇，什么也没说。他小手摸着已经烧焦的船板，感受亡灵身前的痛苦无助。三老爷，这事与我爹爹无关，是你们自己家里人作祟。小孩子可不行胡说八道。火是从那里起来的，有人发现木头不对，有人不高兴，然后他们就打架，人死了，那人就放火啦。钱三爷脸一点点沉了下去，这是有人在材料上做手脚，被发现后进而嫁祸给了赵连州，只是不知道这事儿到底是大房还是二房所为。你爹的事我会去衙门销案，今日发生的事也不准与任何人提起。于是你是做母亲的，当知道如何教孩子吧。三老爷放心，七宝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他不会乱说话的。我这就安排人送你们回去。三老爷，我能求你一件事吗？你方才为何不说你爹的事儿？娘亲，爹爹已经脱困了，只等衙门那边一销案，他就会回来的。真的？七宝不会说谎的。娘的乖乖，你咋就这么能呢？红脸叔叔，你过来啦。红脸汉子一愣，心里本能的有些不舒服。工房发生了那么大的事，钱三爷带着这小女娃走一趟，就替赵连州销了案，莫不是这小女娃真有啥能耐？红脸叔叔，你得谨言慎行，否则你真的离死不远啦。死丫头，别以为三爷护着你，老子就不敢揍你。唉，随便吧，良言难劝该死的鬼。大哥，咱要不……滚！老子会信一个孩子的胡话。祖奶奶、三婶婆、吴奶奶。七宝儿，你听说没？钱家今儿早上来人找你奶要银子呢。王奶奶有钱给他吗？拿得出来就怪了。他家谁不知道，惯的几个小子不着五六的，这钱呐进了口袋里还能有剩的？那钱家是啥人家啊？这拿了人家钱还能有不还的？听说呀，让他家打了欠条，冬日钱还不上，就得拿几个小子去抵债了。他家四妮儿不是嫁到县里给人做了小妾吗？听说那家正头娘子死了，该他家四妮儿翻身了吧？啊，想啥呢？大户人家规矩多，四妮儿算个啥呀？七宝，爹，你慢点慢点啊！爹，我好担心你，我都怕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乖啊，不哭了，以后爹爹也不出去了，就陪着我们家七宝。七宝爹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天爷呀天爷，这日子要咋过嘛？统共就那么几个钱，转眼就霍霍完了。
如今一个子儿没留下，还倒欠人家30两。冬日里这钱要是还不回来，你们就自己去钱家工坊给人还债吧。凭啥呀？你有钱就顾着老大家的，这钱是大飞拿去做了彩礼，要还也该他老大家的还，跟我们家有啥子关系？哎，吴秀芳，你没花钱是不是？家里买肉就属你家吃的最多，还不说你家墩子狗子偷摸着从老太太那里骗了多少好处。我不说是为了一家人面子，你还真以为我怕你不成？不活了，我不活了！老赵家欺负人呢，几十两银子被你们给花了，回头几个铜板就把人打发了，还来拉我背锅还债。赵二柱，我告诉你，这钱要还你自己去还，老娘是不会替你吃这苦的。把我逼急了，我带儿子回娘家去。听够了，听够了，咱们就回家找你娘去。老赵家不安宁，他就高兴了，叫那老婆子欺负人。大爹，你咋瘦成这样啊？娘，我去找铁蛋儿哥哥玩。七宝找了个借口，很贴心的将空间留给了夫妻2个。七宝，他们说王奶奶会把你卖了还债，是不是真的？他敢，他要真敢起这心，我爷爷得剁了他。于老头可不是个好脾气，又最是护短，七宝就是他的眼珠子。七宝，嘿，三哥，你啥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。三哥，下次我也要跟你们一道进山。爷爷，七宝回来了。七宝，跟娘做饭去。我要跟爷爷在一起。于水莲见他不走，也没拿他当回事儿。再聪慧也是小孩子不是？你掺和进钱家的纷争了。爹，你是知道我的，躲着这些麻烦都来不及，哪里会去掺和？这事儿啊，纯属是无妄之灾。那日活该着我倒霉，过来送票据的小伙计把墨汁打翻，弄脏了刚整理出来的账目，我便多留了一会儿，哪晓得就遇上。二少爷，你让小的收下这种木料，回头传出问题，老太爷问起来，小的如何交代啊？又不是让你用在大船上，不过是用在城里人的花船上，他们又不会去大江大河，不过是小池塘里玩耍，能出什么事？赵连洲停住了脚步，心中直呼倒霉。钱德俊这人度量小，容不得人，若是让他发现自己，估计麻烦就大了。二少爷说的轻巧，难不成放池塘里就不会出事？这等水上行走的东西，一旦出事，必然牵扯人命。若是出事，二少爷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何大荣，你说白了不过是我家爷爷养了一条狗，别给脸不要脸，逼急了，大家谁也别想好过。哼，小的吃着晚饭就得担这份责。二少爷，你请回吧。接着就是砰的一声，随后传来何管事的痛呼、秦德俊斥骂和打手棍棒的声音。小赵，小赵，你走了没？赵连洲不敢作答。哎呦，这料咋都没收？下雨了可咋整？老头嘀咕着，又叫了几个人过来。那头杀了人的秦德俊见不好收场，又担心以次充好的事儿被人发现，一狠心，索性命打手将整个工房给放火烧了。好在自小就是在河边长大，水性极佳，见火势太猛，索性跳入河中，这才逃过一劫。那钱二少当时有没有发现你？不知道，起火时他就逃了。后来之所以赖在我头上，估计是听管物料的老丈叫我，猜测我在附近。放心，那个二少爷害了那么多人，夜里都不会安生的。那些人被烈火焚烧，痛苦之下跳进水里，却因伤势过重死在水里。工房依水而建，水属阴，枉死之人怨气加重。钱二少想当没事人，怕没那么容易。乖乖，这话可不能乱讲的。爷爷跟你说过，有些话便是知道也不可以说出来的，明白吗？爷爷，这里没外人。没人也不能随便说。好，我记住了，爷爷。后来呢？你躲哪儿去了？我逃出去
遇到左先生回家，便将我藏在他家牛车上。这几日都是在他家住着，衙门销案也是他通知我的。左先生是个厚道人，又和七宝太爷是故交，他这人情咱得记下。这几日先别走动，等过几日你和水莲带些东西过去答谢。这事儿不急，我打算过几日去趟县城，看看能不能找个活计。爹，我要跟你一起去。你呀，你昨儿不是才去吗？那算啥进城啊？进去天黑，回来天刚亮，我都没在城里逛逛。再说了，那会儿人家担心爹，哪有心情注意县城呢？瞧我们家这小乖乖，一点点大的人就晓得心疼爹娘啊。我也心疼爷爷。爷爷，你别再去山里了，里头有蛇，还有熊瞎子，我听着都害怕。以后七宝不吃糖，咱不挣那么多钱了，好不好？不挣钱不行啊，你爹还得读书呢。赵连洲差点没被自己口水给呛死。爹，你说啥？让我读书？我也要去，我也要读书。别跟着胡闹。爹，连洲都当爹的人了，让他读书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每年都有头发胡子花白的老人家赶考，三娃子才20出头，有啥不合适的？对，人要学习，啥时候都不晚。要不说还是我七宝聪明。我就是聪明。爹，我跟老爷子读过几年书，会认字会算账，能养活家里大小就行了。去读书那不是浪费钱吗？是啊，爹，早些年爷爷攒下的那些家底，自打大哥二哥出事，娘也跟着。这些年咱家好几口人吃饭，压根儿没啥积蓄，去年才把债还完。若是再去读书，这笔墨纸砚束修啥的，哪样不得花钱？你爹还不到50岁，干啥不能干？3个小子也跟着长大了，家里没人了吗？非得靠他挣钱。连州身体文弱，干不得农活，回头累出病来，家里挣钱是给他抓药还是咋的？爹，我也是庄户出身，都干一阵子就习惯了，读书太费钱了。费钱？你就知道费钱？回头你媳妇儿闺女被人惦记，几个小子被人冤枉，这家里人指望谁呀？指望我这把老骨头去衙门门口给人下跪求情吗？爹，好好的，你说这些干啥呀？咱家不招谁不惹谁，人家干啥要跟咱过不去呀？爷爷，你别生气，七宝以后都乖乖听话。人说一个女婿半个儿，可你扪心自问，这几年我拿你当儿还是当女婿？咱这个家，你要不读书不出头，将来……爹，你放心，我去读书考功名，不会让人害咱一家子。于老头隔天就拎着个野兔子去了山脚下的学堂。娘，我舅舅是咋回事儿？我咋从来都没见过他们？咱家一开始啊也不是绝户，你呀有2个舅舅，还都是很能干的人。你大舅舅当年考中进士，去地方上做了3年县令，后来升迁就职途中遭遇山洪，一家人都没了。你二舅舅打小聪明伶俐，在外经商也是一把好手。说个不好听的话，你娘我10岁以前那都是当大户人家闺女养着的，可老天爷不厚道啊！你二舅舅出门谈事，走水路，竟是遇上了水贼，落得后来尸骨都找不见。你2个舅舅接二连三没了，你奶受不住这打击，人就疯了，你爷爷也跟着病了，家里积蓄从那时候起就一点点的没了。娘，你那会儿一定很苦吧？不苦啊，就是可怜了我七宝了。娘以前过的好日子，咱七宝都没见识过呢。娘，你就没想过咱家为啥会一直出事吗？这是不对呀，很不对。七宝越想越怕，自己生活太安逸了，都没仔细看过家里情况，
这简直就是他的过失。联想到最近他爹也招灾，七宝觉得这余家的风水怕是有问题。七宝，你想啥呢？我跟你说三毛子挨打的事儿，你都不当一回事儿。三郎，给我拿个锄头过来。哎，来了。于三郎顾不上说三毛子的事儿，起身去堂屋拿锄头。七宝也跟着他身后过去，可一进堂屋，他就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了。三哥，你有没有觉得？夜色渐浓，于三郎眯着眼睛，顺着七宝所指方向看了看，黑乎乎的房梁，啥也没看出来。七宝，你看到啥啦？他这会儿就觉得背后有些发凉，似被啥东西给盯上了一样。三哥，我得……三郎、七宝，你们在这里干啥？出来！大哥，那上面……于大郎脸色一变，不由分说将七宝抱走。七宝不能进这屋，你不记得了？于三郎耷拉着脑袋，他被七宝说动，一时忘神，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于大郎前脚出来，跟在他身后的于二郎啪嚓就把门重新给锁上了。不是，大哥。七宝，你该洗脸睡觉了。娘，我想去堂屋看看。好，等你再大点儿，娘亲就让你进去啊。娘，乖，睡觉觉了啊。七宝不想睡，可架不住娘亲拍得太舒服，嗓音太温柔，没几下他就扛不住，眼皮垮下来睡着了。他脑子里最后的念头，明天一定记得溜进堂屋里看看，说不定问题就出在那儿。三哥，我能看到一些东西，这事你知道吧？哎呀，你可别老说这事儿呀，怪瘆人的。三哥，我有正经事要跟你讲。对，大哥成天装大人，二哥又是个小古板，有事儿呀你给三哥说，三哥一定帮你。三哥，咱家堂屋上头有问题，你找个空把爹娘支开，咱上去瞅瞅呗。七宝，娘说了不让你进堂屋呀。三哥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咱家两个舅舅还有太爷都是因这房梁上的东西出事的，若是不处理，以后爷爷、爹娘还有咱几个都得被人算计，家里的日子永远别想过好。七宝，那啥，你真能看出些道道来？你不信我？不是，我只是……哎呀，我豁出去了。可这事儿光有咱们两个是不行的呀，还是得找大哥和二哥。你不是说大哥装大人，二哥小古板吗？于三郎讪讪一笑，转头借着赶鸭子的空档，找到从地里回来的于大郎和于二郎，将七宝的计划讲了一遍。不行，你忘了，七宝小时候每次进堂屋出来都会生病。于二郎也表示赞同。大哥、二哥，你们说我身体打小就好好的，为啥一进堂屋就生病？于大郎不作声。堂屋阴气重，你八字轻，受不住。不是这样的。七宝将道理掰开揉碎给两人讲了一遍。你们也不想爷爷和爹娘再出事吧？那你想咋弄？咱家地基院子没问题，太爷挑的风水不错，唯一可能出问题的只有2处，一是堂屋，二是祖坟。这就有点难了，堂屋还好说，可祖坟……没错，去祖坟要路过村里的坟圈子，平日里爹娘都不让我和大哥过去，你和三郎就更不可能了。祖坟挨着好几家田地，这几日正是秋收的时候，田里大多时候都有人，不好避开人呢。七宝，咱能不能等秋收过后入冬再去？不行，我之前替爷爷算了一下，最近他有一劫，却不知是从何而来，若是不将家中隐患解除，我很难放心。三个孩子一听于老头会有危险，霎时沉不住气了。那先解决堂屋的事，祖坟那边我来想办法。三哥，你有啥办法？嘿嘿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老二，你去搬梯子过来。老三，
你站院门口放风，要是大人回来了，你就学狗叫，我上房梁去。七宝，你站远点指挥就成。大哥，你这安排不合适呀，房梁位置小，你个子大，上去不方便。这样吧，二哥，你去院子外边看着，大哥你扶着梯子，我上去。七宝也觉得这样安排最好，毕竟于三郎上树掏鸟窝，下河摸泥鳅，跟个野猴子一样，爬个梯子算什么？三郎，你上去的时候小心一些。知道了。老三，你小心一些。三哥，你再往前一点点。对，就是那个位置，看到没？有没有什么东西？于三郎蹲在那里，房梁太高，看不清他神色。老三，你干啥呢？没事就下来，别一惊一乍的。三哥，你看到啥啦？有几文钱，还有一张画的乱七八糟的纸条，像符纸。这还真有东西，小妹她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三哥，你告诉我，那几枚铜钱位置是怎么摆放的？于三郎在上头将铜钱摆放顺序位置，还有符纸如何摆放，上面符文大致说了一下。七宝心中一惊，这怕是五鬼运财术，却不是为于家运财，而是道士起法，借了于家的运道。难怪于家一直倒霉不见起色。三哥，你先别动，大哥，你去帮我拿点东西过来。于大郎虽是心有疑惑，却也知道这房梁上的东西不该有，很快便给七宝拿了他想要的东西过来。大哥，你帮我给他放血。于大郎迟疑了一下，家里就这么一只公鸡，要是出了问题，爷爷肯定是要问罪的。可一想到房梁上的东西，他一咬牙，抓起公鸡的脖子，出门寻菜刀去了。七宝就着公鸡血画了一张符，拎着篮子就想爬梯子，被于大郎给拦住了。给我，你告诉我和三郎咋弄就是。七宝深知大哥脾气，倒也不再坚持，在下面指挥着兄弟俩怎么弄。于三郎拿剪刀剪开先前的符纸，又将七宝绘制的符文放上去，最后压上剪刀，远处就传来于二郎汪汪学狗叫的声音。快下来！七宝，咱这么弄能起作用吗？肯定能，就看那人道法如何啦。七宝不知道的是，剪刀压下去的那一刻，于家的风水破了。不，这不可能。大师说了，便是高手也未必看得出其中窍门。区乡下地方怎会有此间高手？看来得去于家看看了。大白天你们关着门干啥？外头的鸡老跑来偷吃咱家谷子，我就把门给关上了。咱七宝就是顾家，小的家里粮食不易。一扭头就看见墙脚下耷拉着脑袋的公鸡，那公鸡脖子上还带着血。谁干的？他怒目看着在树下打盹的小黄狗。旺财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他干啥了？爷爷，你不要凶旺财，鸡是我杀的。爷爷天天忙着抢收稻子，累得都瘦了好多了。七宝帮不上忙，就想杀个鸡给爷爷补一补。爷爷，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？爷爷不累，以后可不行随便杀鸡了。想吃肉就给爷爷说，这公鸡咱得留着下种蛋，明白不？妹妹小不懂事，以后这种事拦着些。三个小的排成一溜子，听见这话忙不迭点头。开玩笑，再来一回，爷爷铁定要揍人了。晚上，于老头吃着鸡肉，心疼得要命，还等着这批蛋入秋后孵小鸡呢。这下公鸡没了，岂不是还得花钱买？七宝见于老头脸色难看，以为爷爷牙口不好咬不动，将自己碗里的鸡腿夹给于老头。爷爷，你吃这个软和。爷爷，咱家这宅子是啥时候建的？
他从会说话起就有很多的问题，小的时候还问过，如今是哪朝哪代，皇帝是谁，女人要不要裹小脚。总之，他的问题千奇百怪。好在于家人都是极为开明之人，毕竟于三郎小时候还问过，把自己的小鸟切了，还能不能长个新的出来？咱家这宅子是你太爷分家出来后，你太奶想有个乡下地方住着。咱村李正、宋叔年轻时和你太爷有过命的交情，就请咱们家在这边落脚了。建宅子那会儿我还没出生呢，后来长姐嫁去了淮南，渐渐失了音讯，大哥也……你太奶身体不好，就索性带着我回乡下，算起来应该有50余年了。那给咱家建造的工匠，你还记得有谁不？这就不晓得喽。建宅子那会儿我都没出生，哪能知道呢？再说了，这都50年过去了，估计好多人都死了。吃饭呢？再问，饭都凉了。饭后，赵连洲找到小闺女，告诉爹，你想干啥呀？就是觉得咱家老宅子建得不错，想研究一下，找个老工匠问问而已。不许去堂屋啊！七宝想跟爹说去祖坟的事儿，一听这话就咽了回去。唉，算啦，还是靠他自己吧。爹娘，三哥跟人打架了！爷爷，三哥叫人给打了！那小兔崽子，玩着都不省心是不是？哎，于叔，你别生气，我瞅着咱三郎以后啊，定是个大将军的料，这干仗的本事啊，那是1等1的呀。你胡咧咧啥呢？没看于叔气得很，回头把孩子打出个好赖，可咋整？贵叔，你家毛蛋也跟人打架了。啥？他也打架了？是你家三郎撺掇的对不对？才不是呢，是隔壁村的人来抢地盘，要把你家谷子扔草地里，毛蛋不愿意，就跟人吵起来了。我三哥是为了帮忙才跟人打起来的。毛蛋爹娘顾不上看笑话，起身就朝着晒谷场跑去。叔婶儿，你们家娃也被人打了，隔壁村人厉害得很，他们先是喊哥姐，这会儿叔伯也过来了。哎，走，都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走，咱赶快往祖坟那边去，快一点，这会儿正午阳气足，咱必须赶在下午申时末回来。七宝，这些东西是打哪来的呀？去年村长家里的秀婶子病得厉害，请了仙师过来做法，我偷偷藏起来的。这都是如意乾坤袋里头的，他总不能告诉大哥二哥是他生就带来的吧？得亏这些吃饭的家伙跟着一起穿越了，不然这会儿可就抓瞎了。正准备四处查看的七宝忽然一凛，背后爬上一股密密麻麻的寒意，他被人盯上了，而那人就在这坟地不远的林子里。七宝，你可以过来了。已经将草踩平确认没危险的于大郎转头见妹妹呆呆愣愣的，有些奇怪。七宝，你咋了？没事，就是觉得太爷这坟前草好多呀。别怕，你出生后太爷最是喜欢你了，他说要是他能多活几年，看着你长大就好了。七宝，太爷和太奶这样的好人，他们不会害你的。七宝笑了笑，朝于大郎做了个噤声的动作。于大郎以为七宝要开始做法，便将于二郎拉到一边去打柴火。七宝蹦蹦跳跳到一边，哼着小曲儿，采了几朵小野花，暗地里却是掐了个御兽诀。大哥，七宝不是说要做法事的吗？他咋光顾着玩了？于大郎刚想说话，就听不远处似乎传来闷哼声。大哥二哥，快来这边！他在坟头不远处指了一个位置。挖！七宝，你确定挖这里？没错，挖吧。兄弟两个挥着锄头开挖。七宝往树林里看了几眼，心头那股迫人的注视已经消失了，看来那人中招了。当的一声响，于二郎的锄头似乎磕到了什么东西。啊，还真有东西啊！七宝，你站远点，我来打开。七宝庆幸得亏三哥不在这里，不然
他得惊叫，是不是藏宝图了？这啥东西？看着怪瘆人的，阴损害人的玩意儿。这做法的人是存心想让咱家家破人亡，断子绝孙吗？果真是阴损到家了。七宝，现在要咋办？七宝从背篓里取出了黄纸，拿荆棘刺扎破手指，就着手指血画了2张符，而后小手结印，随着一点，那盒子里的符纸和头发瞬间燃烧，转眼化为一撮灰烬。于家2兄弟看得目瞪口呆，他们咋不知道小妹还有这等本事呢？火苗腾起那一刻，一处暗室里供奉的法坛突然起火。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没人能破我的9阴阵。七宝胸中气血翻腾，他也不好受。大哥二哥，将这地方收拾好，别让人看出痕迹。3人收拾完毕，匆匆往家里去。七宝，你不舒服吗？七宝刚想说话，就哇的吐出一口血来，眼前一黑，顿时没了意识。天道有数，万物有恒，载营破暴衣。七宝昏昏沉沉中，仿佛又坐在师父怀里，听师父给他念书，而他似懂非懂。他想张口问问，嘴巴死活张不开，胸口沉甸甸的，似乎被啥压着了。你该回去了。我回哪儿？七宝，七宝，哎，娘的乖乖呀，你可算是醒了。这小姑娘神魂弱，以后少去那等阴气重的地方。多谢神婆。三郎，你过来看着妹妹，我送神婆出去。三哥，你哭了？这是出啥事儿了？要知道，家里3个哥哥，于三郎脾气最硬，打死都不掉眼泪那种。你都不知道，你有多吓人，都睡了3天了，一直叫不醒。要不是请了神婆过来招魂，估计你还不能醒。我睡了这么久，大哥和二哥呢？他想坐起身，被于三郎给拦下。你还是别起来了，大哥和二哥被爷爷揍了，这2天屁股上的伤都没好利索，你可别再添乱了。于三郎想起于老头当时揍人的骇人场景，不由暗自庆幸，得亏自己做了吸引注意力的炮灰，不然这顿打，七宝和于三郎说了会儿话，闭眼调息了一会儿，整个人又变得活蹦乱跳了。娘，我要出去走走，我都躺3天了，浑身酸疼，可不能再躺了。小孩子骨头都是软的，哪儿就酸疼了？娘，你就让我出去玩会儿嘛，娘。于是莲无奈，只好抱上他，打算去外头转转。爹爹，哎呦，爹的老闺女，你可算是醒了。哎，村长叫你们去干啥？爹咋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啊？咱祖坟林子里死了个人，你知道是谁不？咱祖坟地里死人了？哎呀天哪，那一带都是坟圈子，谁没事去那儿啊？这死的谁呀？是河县于家2房的，那人说来还是你堂兄弟于文彪，你记得不？于文彪？谁呀？难道害于家的是河县的本家？死的是于文彪？哎呀，这混蛋可算是死了。小时候每次来我家，总是要揪我头发抢我东西，后来我爹就不准他们过来了。奇怪，他咋会死在咱家祖坟地里呢？不知道，是隔壁村放牛娃牛跑了，一直追到林子里才发现的。今儿捕头带仵作过来，就是来验尸的，听说是被蛇咬死的。这会儿爹还正在郑家，等着河县那边的人过来。哼，该他河县于家倒霉，大老远跑来咱家林子里，想干啥呀？得亏老天开眼，看不过那家子小人干坏事，叫毒蛇咬死了那龟孙儿。他一侧眼儿，发现闺女眼睛亮晶晶，正听得认真，赶忙打住话头，不说了，你带着七宝转转，我去地里看看。七宝，你老实说，林子里死的那个人
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我不知道呀。原以为你知道什么，看来你啥也不知道。麻烦了，那人身上怎会有二郎的东西呢？怎么可能？二哥都没接触他，他只是……完蛋了，他被爹爹套话了。我以为闺女是我贴心的小棉袄，如今看来，闺女压根信不过我这个爹呀。是我哪里做的不好，让七宝对我这么失望，居然瞒着我这么多事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是爹爹你们几个大人都不信我说的话。都是爹爹不好，那七宝可不可以告诉爹，那天林子里发生的事啊？那爹爹不可以告诉娘亲和爷爷。我保证。七宝便将余家被人改了风水之事讲了一遍，听得赵连舟眉头紧蹙。七宝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些的？七宝只得又将梦里白胡子老爷爷那一套搬出来忽悠。那你能算出你爹我这辈子还会有啥坎坷不？爹爹的命数我看不准。你个小骗子，还怪会湖州的。才不是呢，是爹你的八字不准，我才算不出的。你乃不喜欢我这个儿子，连你爹的生辰八字都给记错了。七宝不明白，为啥会有人连亲儿子的生辰八字都不记得？可如果这人是王婆子，那就能说得通了。被七宝讨厌的王婆子，次日一大早就带着赵连舟的妹妹赵四妮儿过来了。三嫂，我跟你说，人张老爷家在京城那都是有名的，咱七宝要是能被他家收养，处个干亲，以后我三哥干啥不能？他家再好，我们七宝也不去。我可就这么个小闺女，才舍不得她给人家做闺女呢，是不是啊，七宝？对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，我有爹娘，才不要去别人家。这个什么老爷可真是奇怪，自己有儿有女，还要收养别人家的孩子。真想收养，直接去善堂啊，那里多的是无父无母的孤儿。七宝直觉这事儿有点古怪。还狗窝？你这窝还真不能跟人张老爷家的狗窝比。我说你呀，我这做婆婆的没催着你生儿子，你自己好歹也上点心吧。守着这么个丫头片子能干嘛？能气你呀，你又不是我亲奶奶，我娘有没有儿子关你啥事儿？嘿，你个死丫头！七宝哪里说错了？他爹是入赘，你这就是外家，咱家咋样跟你有啥关系？都别闹了，三嫂，我三哥虽说是入赘，可那也是我娘的亲儿子，不是？不是，前阵子王奶奶才当着村里的人面说的，说我爹死活都跟他没关系，压根就不是他亲儿子。三嫂，你是晓得的，我娘这人嘴快心不坏，张老爷那事儿你再好好想想，父母爱孩子，那就该给他最好的才是。你想想看，张老爷家的日子比起咱家不晓得好了多少，七宝去了那就是享福去的。这么好，你咋不让你儿子去？那不是他年纪不合适吗？你说你管他家干啥？一窝子穷酸破落的死绝户，还拿这个死丫头当金疙瘩，早晚有的后悔的时候。三嫂，你再考虑考虑。娘，这上赶着呢就没好事，您可别信他的鬼话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方才看赵四妞的面相，发现这女人竟然还背了人命，可见是个有手段的。他可不想娘被人给哄了去。娘知道。爹，你咋这会儿才回来啊？昨儿太晚，就在李正家歇着了。于三郎躲在墙角后面跟七宝招手。爷爷，我要去帮三哥赶鸭子啦。去吧。三哥，三毛子他来干啥？想报仇吗？嘿嘿，咋会报仇呢？咱们俩是生死过命的好兄弟呢。可你那天在晒谷场不是跟他打架了吗？这事儿呀，说来话长，回头我再告诉你。你还是先坐下，听听大哥和二哥打听来的消息吧。快说快说。于大郎瞥了眼不远处的三毛子，你们当我是个屁，风吹吹就散了，啥也听不到。放心吧，自己人。何县余家你们知道吧？
就是咱老祖宗宠着的那个妾室后人。对，七宝你不知道，太爷爷活着的时候，每年太爷生辰，他们都会来祝贺。后来太爷过世后，爷爷骂过他们几回，这才慢慢断了来往。是他们想害咱家？哼，是不是他们不知道？但是昨个儿我和爷爷在李正家听到一个消息。哎呀，大哥，你烦不烦呐？谁要听那么多乱七八糟的？你赶紧说重点呐！和县余家那位二老爷，昨儿夜里突然暴毙了。呸！那肯定就是这二老爷害咱家没跑了，就这么死了，可真是便宜他了。他死的还真不便宜，从咱动坟那日起，他便七窍流血，五脏六腑如万蚁啃噬，活活折磨3日才生生疼死。不过他总觉得这事儿不大对，于二老爷这症状最多像是被阵法波及，可不像是被反噬的样子。莫非这背后另有高人？死法这么惨，还真是报应啊！二老爷死了，爷爷要过去奔丧吗？他们家请了爷爷，不过爷爷不打算去。李正爷爷劝了好久，爷爷都没答应这事。七宝小眉头一皱，不行，这事儿他得去看看。不过依着于老头的倔脾气，他肯定不会愿意去和县于家的。七宝琢磨着，他得寻个能说得上话的盟友。爹，和县余家那边咱还是该去。去啥去？他家死绝了，老子也不会去瞅一眼。爷爷，你不要生气。爷爷没生气。你有，你看你眉头皱了，嘴巴也抿得很紧，你这样就是生气啦。爷爷真没生气。七宝朝着他爹一努嘴，示意他爹继续。行了，有啥话直说吧。爹，咱老于家打七宝太爷那辈起，日子还算安稳。可后来大哥二哥相继出事，七宝奶奶也跟着病重，咱家一日不如一日。你有想过这是为啥吗？赵连洲顿了一下，并将那日几个孩子在祖坟干的事儿一五一十的给于老头讲了一遍。坟地里真有东西。爷爷，你看看这是谁的八字？这是你太爷的八字，你哪儿来的？这便是坟前挖出铁盒里的东西，里面还有符纸和一撮头发。七宝也是为了破这个局才会昏迷不醒的。于中业这个老王八蛋，竟然算计我们老于家这么多年，果然是瘦马出身的。他才骂到一半，察觉到小孙女在跟前，赶忙打住了话头，没有把最后那句脏话给骂出来。爷爷，瘦马是啥？于老头忙岔开话题。那咱明儿过去还得带上七宝。七宝这孩子与旁人不一样，能看到很多咱们看不到的东西，带上他也正好看看和县余家都有啥猫腻儿。七宝到了于二老爷家附近，远远的便看到整个宅子上方都散发着金光，这显然是有功德人家才会有的福禄之气。可等走近一些，七宝就发现这表面金光之下竟然是浓浓的死气。看来于家二房靠着窃取太爷一家的契约，家中子弟个个前程锦绣，如今阵法被破，遭到反噬，想必那些为官为商的就要走下坡路了。咋，不欢迎我登门？五叔能过来，这儿高兴都来不及，哪会不欢迎呢？高兴？哼哼，你老子死了，你高兴个屁！于忠烈，你这个老东西啊，不想来没人求你来，你二哥死了，你这做兄弟的不说伤心，还上赶着戳人心窝子，你还是人吗？老嫂子这话可就说错了，我哥哥兄弟可都是死绝了的，至于那瘦马生的杂种，跟我家有啥关系？我爷爷还有兄弟呢。有呢，都被人害死了。你这老婆子，说你两句你就要死要活的做给谁看呢？赵连洲趁着于老头与人吵架，抱着七宝偷摸的溜进了于家院里。哎呀，我儿子替你们二房做事，如今出了事儿，你让我去找奉县于家，
你这是欺负我们孤儿寡母，没人撑腰是不是？四婶，老七自己跑到凤县，死在人家的祖坟林子里，跟我们家有啥关系？要找人闹，不该是去找凤县余家吗？四夫人吼道：当初你们咋说的？让我叫老二！你忘了你过来干啥的了？对哦，他是来看树枝这边风水的。走走走，赶紧去他们家祠堂。爹，你守着外面，我进去看看。要是有人来了，你自己躲起来就好，我会有办法的。不行，要进去咱们一起进去。赵连舟总觉得这祠堂不大对。爹，我真不会有事的，你进去还有可能会拖累我。再说了，咱总得有个人望风吧。那你上次还昏迷了3天，再出事儿，你娘得扒了我的皮。爹，那会儿情况不一样啊，这次咱是主动，能破就破，破不了下次再来。你再磨叽，待会儿来人就麻烦了。父女俩互不让步，最后约定1炷香时间，七宝要是不出来，赵连舟就得进去找他。爹，来人你就学小狗叫。小狗叫多难听啊，学鸟叫行了。七宝踮着脚尖一一扫过，赫然发现他太爷的牌位也在这里头。嘿，这可就有意思了。七宝在祠堂里四处转了转，果然被他发现了几处子孙法阵。这法阵与寻常人借天地灵气祖宗庇佑不同，却是以借他人运道来庇佑子孙，实在是阴损至极。七宝从乾坤袋里取出个小纸人，在小纸人上头画上了符文，手指一点，那小纸人就飞到了太爷牌位下面，直接钻了进去，敢拿着太爷来借阅，就跟他们承不承受得了这福报。七宝又在高祖灵位下做了点手脚，这老祖宗不当人，祸害儿孙，以后何姓余家的人还想作恶，不但要承受法阵带来的反噬，就连着死去的几个老头子也别想安稳。大功告成，七宝高兴地拍拍小手，就听到外头传来几声布谷鸟的叫声。爹，五叔来者不善，你不过去帮忙说句话？帮啥帮？于老五过来是想干啥？家里谁不知道？二房享了人家这么多年的福运，该是到了偿还的时候了。二老爷这会儿躺在灵堂上，四老爷早早的就死了，那这会儿说话的人是于三老爷。爹，你说凤县那边的人这次他哪儿请来如此高手，居然破了大师的法阵，这往后咱们……破了就破了，反正凤县那边的好处都给了二房，轮不着咱们。如今老二死了，以后该是我们三房的运道了。爹，德贵家去了五叔家里，好说歹说他家都不乐意，把那小女娃送去江家，要不要让人去打听一下，这小女娃到底啥命格？他们会看得这么宝贝？一个小女娃而已，能有多大能耐？倒是送去京城的孩子凑够了吗？要寻个殷实音乐出身的孩子还是极好找的。乡下人一听说孩子可以去京城，家里还能得银子，巴不得将孩子全部送走呢。他们找殷实音乐出生的孩子是想干啥？出来！他被人发现了。七宝取出一张障眼符，也不管有用没用，先拍出去再说。爷爷，七宝一愣，这祠堂里面还有人，方才他怎么没发现呢？这人气息也太弱了吧？那刚才他做的事有没有被人发现？明熙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不小心打碎了二姐的茶瓶，母亲罚我过来跪祠堂，我没忍住就睡着了。于文熙是于文斌的小女儿，又是个庶女，不得家中人看重，被罚也是常有的事。回去与你媳妇儿好好说一说，责罚方式有很多种，别动不动就让孩子跪祠堂，这里头都是先祖牌位，要是冲撞了先人，可如何是好？是，儿子回头便与他好生说一说。父子俩带着于明熙离开了。我的老闺女，你快吓死爹了，咱赶紧走。
走走走。七宝也不想多留，反正该办的事儿都办完了。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你们这一支坏事做绝，早晚遭天谴。我老头子这辈子看得见。我去你个老不死的啊！我这一支儿孙满堂，倒是你家都成绝户了，还敢说这种话，要遭天谴，那也是你们家。哼哼，我家成绝户？你敢不敢拿你这一脉儿孙发誓？我家成绝户跟你们有没有关系？用那等阴损手段害人，掂量着谁不晓得呢？啊！你家那死老头咋死的？敢让人看吗？胡说，先辈们的事都过几十年了，你又何必耿耿于怀，抓着这事不放？我父亲为人和善，一辈子都没做过坏事，都说死者为大，你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可去你的和善吧！实话告诉你，我家受了高人指点，头天在坟地里挖出阿萨东西，第二天你家老东西就暴毙，这么邪门的事儿，你看看谁不怕？连州父女俩刚混进人群，就听身后有人唤赵连州。赵连州一阵心虚，回头去见是钱三爷带着六子。钱三叔你好啊。连州老弟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赵连州不大想，毕竟钱家的事他是真不想掺和。钱三叔，你家小公子可好？哈哈，多谢小七宝关心，犬子身体很是康健。跟在钱三爷身后的六子神色复杂，看着七宝。你那红脸大哥估计头七的过了吧？你咋知道？唉，我都劝他了，要谨言慎行，他怎的就是不听呢？还真是阎王要人三更死，就不留人到五更啊！六子不由偷瞄七宝，这小丫头也太邪门了吧！当初他说大哥会被儿子砍死，可那会儿大哥连个婆娘都没有，怎么会有儿子？还被儿子给砍死？大哥也没有当回事儿，还是经常去那相好的家里。后来那相好的男人死了，便说要跟红脸汉子做长久夫妻。红脸汉子也没当回事儿，他就是个屋里头混日子的，好人家的姑娘看不上他。相好的虽说是年纪大了些，可生得不错，待他又很是温柔，便应了此事。哪晓得大婚当日，二人拜过天地，那相好的儿子也磕头叫了爹，大家一时高兴，便叫嚷着多喝了几杯，热热闹闹吵着喝酒，还吵着要闹洞房。也不晓得谁突然说起那相好的男人死得有蹊跷，怕是这二人早就勾搭在一处，故意害人性命。那相好的儿子也是个棒槌，一听这话哪里得了，冲进厨房摸出一把剔骨刀，把正在给人敬酒的红脸汉子当场剁成了肉泥。六子当场就给吓傻了，事后想起可不就应了七宝的那句话，你会被你儿子砍死。那边于老头也骂得差不多了，再骂下去估计就要出人命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老子只要一天不死，我这一脉就不会绝。我会亲眼看着你这一家子男盗女娼的东西往后落个啥样下场。滚！你给我滚呐！于老爷，将情不如偶遇，不如在下做东一起坐坐。那就叨扰三爷了。于家二老爷身体一向康健，突然出了这等事，真是叫人猝不及防啊。要不是前儿个他家里有个姨娘突然疯了，说二老爷遭了天谴，浑身上下都是血口子，没一处完好，这县城的人都不晓得这事儿。看来那老头受波及不小，死相一定很难看，要不然也不至于将那姨娘给吓疯。二老爷死了，他们为啥要瞒着？二老爷的长子于文海是吏部侍郎，这二老爷一过世，他怕是要回来守孝了。他们守得那么严，那个五姨娘是咋跑出来的？于老头与赵连州互相看了一眼，看来这和县于家也没他们想的那般紧密，那里也没少恩怨纷争。我瞧着你这孙女怪喜欢的，不晓得可否给我做个干女儿啊？于老头一愣，怎么个个都想跟他抢孙女啊？他可就这么一个独苗苗。
钱三爷，你们明明自己都有孩子，为啥老想着要别人家的娃娃？哎呀，必然是你这小女娃遭人喜欢，才会有人想认你这个干闺女了。可城里的张老爷，他家为啥要那么多的干儿子干闺女呢？张家家大业大，也许是想要多积攒些福报吧。福报可不是这么攒的。回去的路上，七宝摇头晃脑，跟爷爷和爹爹说起这事。你那个妹妹怕是有问题，以后少与她家来往。回头我打听一下，看看赵四妮跟张家到底啥关系。陈二叔，你们是在捞鱼吗？隔壁村的三毛子不见了，有小孩子说看到他鞋子在河里飘过，怕是落水了。啊，娃啥时候掉下去的？两个村平日里不对付，可要是真遇上啥事儿，那肯定得搭把手。再说了，谁家没个娃？这掉河里，大人得多难受啊！七宝，三毛子他咋就命苦呀？三哥，你先别哭，你先告诉我三毛子啥时候没的？于三郎哭得直打嗝，话都说不利索。今儿中午我们家正在吃饭呢，三毛子就过来找你三哥，看我们在吃饭，就说要去他舅舅家里，我们留他都没用。大下午的，他哥张彪喊他回家收谷子，到处找不到人，才有小孩说看见他掉河里了。七宝，你不是会算吗？你算算三毛子魂儿在哪儿呢？以后我给他烧纸钱也有个地儿呀。七宝掐着手指，好半晌才神色复杂地说道：他没死呢。真的？就在那一片，咱们过去找他吧。不告诉大人吗？他娘都快急死了。跟那老娘们有什么好说的？一天到晚净会搓磨我兄弟。于二郎到底大2岁，知道这人命关天的事儿开不得玩笑，便悄悄地跟赵连洲讲了一声：天爷呀，这么能干的闺女，将来可咋办呢？呀，王八蛋，你害老子好找！娘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好大儿，今儿这顿打，你怕是逃不掉了。三毛子揉揉眼睛，看清是于家兄妹几个，这才放下心来。三毛子哥，你干啥要骗人掉河里啦？我几时骗人了？狗子说看见你鞋子在河里游着呢，你没事扔鞋子干啥？不想传给我呀？谁不想穿啊？是我姐给我扔掉的。你姐姐为啥要扔掉你的鞋子？我一大早起来就去地里拔草，弄到大中午才回去，水都没喝一口，她就让我去给她洗衣服。家里饭是我做的，院子是我扫的，鸡是我喂的，鸡食也是我清理的。她睡了一大早上，连自己的衣服都不洗，我不帮忙她就打我，我鞋子跑掉了，她威胁我不洗就扔我鞋子。男子汉大丈夫，咱哪能让个娘们给威胁？然后他就把你鞋子给扔啦。三毛子垂着脑袋点头。不是，我说你那娘到底是谁的后娘？咋搞得你才像是那个被后娘欺负的小白菜呢？我一定不是亲生的，是他们捡来的。捡来的都比我过得好。唉，三毛子哥，你还没吃饭吧？七宝，你咋不是我亲妹子呢？于三郎咽了下口水，这肯定是七宝带回来给他的，倒是便宜了三毛子这货了。可一看三毛子那哭的可怜样，于三郎又不好意思了。兄弟和点心之间，他居然犹豫了。是吧？七宝，反正你家都3个哥哥了，也不差我一个，要不让我爷爷把我也领你家去吧？滚！你有老子娘，干啥要来我家抢哥哥位置啊？你快些吃，你爹娘马上就到啦。三毛子刚咽下最后一口点心，就听到一阵脚步声传来。三毛子，你个小兔崽子，敢骗老子跳河，你是要翻天了！
三毛子一看他爹手里那又粗又长的黄金条，吓得跳起来就要跑，一转身就被他大哥张彪给拦住了。小弟，你就是闹脾气，也不要拿跳河来吓唬爹娘啊！你看把爹娘给急的。你让开！相比蛮横不讲理的姐姐张英，三毛子更讨厌这个假惺惺的大哥。二哥，你快点去叫爹过来呀，劝劝张叔啊，他会把三毛子哥打死的。大胆呐，教娃不是这么个教法的，你再打不得打死他呀。三毛子娘，你让当家的住手吧，那玩意骨头嫩着呢，再打坏骨头咋办呢？哎呀，就是呢，这小男娃子哪有不淘气的呀？哎呀，打2下得了，这可不能再打了。他爹朝着屁股打，省得他记不住疼，看他下回还敢不敢。婶子，你咋能这样呢？三毛子哥犯了错，你教他不就好了？你回回都打他，哪天人打没了，你不心疼啊？你打呀，你打死我得了，我就不是你们两口子亲生的，你有张彪和张英就得了，生我干啥呀？生我下来就是让我遭罪的，我活着干啥？爹娘不待见，哥姐看我不顺眼，我死了，你们就高兴了。小弟，你咋能这样说爹呢？你是爹娘亲儿子，又是小的，家里谁不疼你让着你来着？他爹使劲打，看他还嘴犟不？哎呀，他娘的，你们这一家子啥妖魔鬼怪呀，非得打死我兄弟不成？娘，你看见没？我们没娘就活该叫人欺负了，没人替我们做主。挨打的是三毛子哥，你叫你娘是想让你娘也来欺负三毛子哥吗？关你屁事！你扔了三毛子哥的鞋子，才会让人以为他跳河。他从早上去地里拔草，到这会儿都下午了，你们有人问过他吃饭了吗？为啥你们每天好吃好喝，还说家里对你们不好？是不是觉得爹娘让三毛子哥干活，不让你们干活，不让你们挨打，这心里不舒坦？张大胆儿手一顿，看儿子那恨意怒目的样子，心头一阵发颤。这是他的小儿子，他怎么就打成仇人了？张叔，你要觉得不公平，以后三毛子哥干啥，那就让他们干啥呗，省得叫人说不公平。我家的事儿，你个小女娃掺和啥？三毛子没他哥姐懂事，不打他不得上天了？睡懒觉，偷吃东西，还欺负弟弟，这就是懂事吗？他又转头看向张彪。婶子送你上学，先生教你兄友弟恭，你便是这么对弟弟的。你要是觉得婶子对三毛子比对你好，不如你和他换一换咋样？呸，他个小野种，凭啥跟我弟弟比？三毛子哥不是你亲弟弟吗？丑八怪生的野种，咋配做我弟弟？听见没？你掏心挖肺的好闺女，说你是丑八怪呢。七宝看向三毛子娘。三毛子哥是你偷生的不？三毛子娘低头不说话。你个小女娃，胡说八道啥呢？切，从来都是后娘为难前头留下的，头回见着为难自个儿亲生的，这心也不知咋长的，非得去搓磨亲生的，讨好前头的。就是呀，这脑子定是进水了，都不是自己肚子里爬出来的，还指望能养出感情来。张家前头那2个就是白眼狼，三毛子娘进门时，大的才扶墙走路，小的还在抓屎和尿玩，中间还没了自己的娃，你看养出个啥玩意儿？这后娘不好做呀，好坏都得有人说，像他这样的，哎呦，还真是没谁了。大胆儿，你要训孩子回家训，可不准搁这儿吓到我孙女儿。大人说话这空隙，于三郎和另一个与三毛子交好的孩子将三毛子给拖到一边去了。张家有2个叔伯看不下去，前头2个是你亲生的，这个也是，没必要非得不当人来打，回头打出个好赖，还不得你出医药钱？兔崽子，今儿看你大伯面上，老子饶你这一回，再有下回。下回我三毛子刚想说下回我直接跳河死了算了，被于三郎一把捂住了嘴。
嘿，叔，再有下回，不用你动手，我替你揍他。他嬉皮笑脸的说完，又回头瞪三毛子。兄弟，该识相的时候要识相啊，那抽身上不疼啊。张英在一旁讥讽道：还以为真敢跳河呢，这可倒好，河没跳还落了一身打，可长点记性吧。张彪扯了扯姐姐的衣服，三毛子都这样了，再说有啥意思？一旁看热闹的妇人们对张英瞬间没了好感，先前还想给他说亲的人都暗自歇了心思。这可是他亲弟呀，他都这样对待，去了别人家那还能带小姑子小叔子好了？张大胆儿拎着三毛子走了，看热闹的村民也纷纷散了。那张家的脑子拎不清，你们帮得了三毛子一时，帮不了他一世，去掺和那些事儿干啥？可他是我兄弟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你把你那混子气给我收一收。前阵子在晒谷场打得你死我活的，差点没闹得2个村出人命，这会儿又成好兄弟了。七宝知道三哥那是和三毛子做戏呢。爷爷，你别怪三哥了，三毛子哥跟咱家有缘，这些事儿是躲不掉的。可别。于老头一想起三毛子的娘，心里就窝火，就没见过那样偏袒前头留下的。要他说，名声再好听，顶个屁用啊！唉，这夫人要是不善待三毛子哥，以后有的他哭的时候。乖孙，人家的事儿你叹啥气？以后不准叹气了，叹气多了人会倒霉的。唉，你是我亲生的，我这当娘的还能害你不成？你也不小了，也得替我这个当娘的想想。娘是给人做后娘的，要是对你哥哥姐姐不好，人家会戳着我的脊梁骨骂，你晓得不？不晓得。三毛子趴在他的破床上，浑身都疼得厉害，躺也不是，趴着也不是。你爹不理我，你哥哥姐姐也当我是后娘，你这个亲儿子咋也不晓得心疼我这当娘的。我咋就这么命苦，在娘家被人厌恶，在婆家被男人嫌弃，就连亲儿子也……你命苦又不是我害的，你要实在嫌我碍眼，不如寻个人牙子把我卖了吧，我去给人为奴为婢，也好过在老张家给人撒气使唤当狗来的要好。他从前还会心疼他娘，可他再心疼，他娘也是对张彪张英好，打他不会有半分手软，从来不问对错，只要张兵和张英一哭，他就得挨打。他上辈子一定是刨了老张家的祖坟，这辈子才会过得这么苦。七宝还没醒呢，你自己去学堂吧，他一个小孩子去了到底不大好，本就成了左先生的情，可不能再叫人为难了。七宝猛地掀开被子跳下床，光着脚丫子就冲了出去。娘，你咋说话不算话？那不是都说好了的吗？爹，你等等我，我很快的。不着急，爹等你，忙你的去吧。都答应孩子了，做大人的怎么能食言呢？你呀，就惯着他。我闺女，我惯着我乐意不是？赵连洲背着书箱，抱着七宝，一路往学堂方向去。七宝，这是跟你爹干啥去？读书呢。你爹要读书？听见的人瞪大了眼。于老头那个抠搜鬼，舍得花钱送个上门女婿去读书？于老头这回进山磕着脑袋了吧？要不然咋能同意这事儿呢？我爹要读书，我也要读书。你也要读书啊？二大爷，我要去学堂了，回头唠啊。王大娘呀，你可真是好福气呀！这于老头要送你儿子去读书呢，将来考中了状元，那诰命夫人不得是你呀？就他能考中状元，那村委傻子不得进宫当皇帝？于老头定是脑子进水了，才会送个上门女婿去读书，那可是外姓人，
别看眼下跟王婆子闹得你死我活，可到底是亲娘老子，将来得了好处，还不得想着亲娘？你就等着看吧，赵三娃读不好，老于家钱打水漂，这穷日子还不知道熬到啥时候。赵三娃要是发达了，这老于家可就嘿嘿。唉，这就是没儿子绝户的可怜处啊。左先生，我和爹爹一起来读书啦，你高兴不高兴？你和七宝一起来读书？左叔，你是知道我家的，如今钱家那活计我指定是不能再干了，家里不易，我爹还让我来读书，这不是雪上加霜吗？七宝年纪小，我就顺手带着，也全当给家里减轻点负担，您说是不是？左爷爷，我保证我一定会乖乖的，不会给你添堵的。罢了，你带他做最后，先上几天看看吧。爹，这字认啥？这个又认啥？这个。七宝，来，爷爷带你去后院。左奶奶，秋儿姐姐。七宝，你咋来了？我来读书。秋儿，你教七宝学千字文。先生，我要跟爹爹一起在学堂上课的。你太小，跟不上你爹，等回头你学好了，我就让你跟你爹一起学。真的？真的。左先生解决完小家伙，这才放心去上课。左秋儿领了任务，便坐在屋檐下，逐字逐句教七宝读。哎，秋儿啊，你教慢点儿，七宝啊还小，你教太快，他咋能跟得上啊？左奶奶，我跟得上。来，告诉奶奶，这一句怎么读啊？云腾致雨，露结为霜。那这一句呢？海咸河淡，林前雨翔。左老太太惊愕不已，她这才确定这孩子是真的记住了，一时神色复杂无比。想不到胡搅蛮缠的王婆子竟能生出个读书的好苗子，可惜心不静，早几年读书就好了。我倒觉得呀，她那个小闺女才是个读书的苗子。七宝那孩子是有几分灵气，可连州带着他来上课，你也太过胡闹了。才不是胡闹呢，我觉得七宝读书比赵叔学得快多了。左先生只当是老七和孙女儿对七宝的偏爱，压根儿没当一回事儿。嘿嘿，那咱七宝今儿学啥了？我学千字文啦。那你读给爷爷听听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哎呦呦呦，得亏我没去读书，不然这么多我可背不下来。七宝，你都背下来了？背下来啦。三个大人面面相觑，人家要1-2个月背下的东西，你1天就给背完了。来，七宝，爹给你讲讲这里头的意思。不到3天，七宝就背完了千字文，还能讲出其中道理。左先生瞠目结舌，这才明白老七当初所言非虚。这叫啥事儿呢？好好读书的地方竟变成带娃的地方了。要没那本事读书，不如早些回家带娃去，搁这儿耽误我孙儿学习呢。首先跳出来的是村委林婆子。左先生，您给说说，这读圣贤书的地方带着个小女娃过来，像啥话呀？林奶奶，你得积福，不然……哎呦，没有的事儿。七宝啊，是我和秋儿带着，压根儿没打扰孩子们上课。哈哈，多福，你说这女娃子有没有偷听你们上课？赵多福今年7岁，是个个头壮实的小胖子。他早就看七宝不顺眼了，一个小女娃认的字儿比他还多，先生没少拿七宝来比较。他时常溜进课堂打扰我学习。我和爹爹坐最后，是你自己不认真，一直回头看，还赖我不让你学习，你羞不羞？要不是你坐后面，我能回头看。我头上是长角了还是咋的？
人家都没回头，就你管不住自己。嘿，你个小丫头片子，还厉害得很呢！敢跟我孙儿这么说话，信不信我？你想干啥？你说干啥？娃子们读书考功名的地方，她一个女娃娃来添啥乱？这不是存心想害我家多福考不上吗？哎呀，你可拉倒吧！就你家赵肥猪还考功名，考乳猪吧你！奶，他欺负我！你们余家就是这么教孩子的？我咋教孩子要你管呢？先管好你家几个败家子儿，再来跟老子说话吧。你们说，这余家女娃子要咋弄？林大娘，咱也没指望孩子将来做官干啥的，学几个字，能写会算就成，多个娃娃也没啥吧？余叔，虽说这学堂是老爷子建的，可当初老爷子就说了，这学堂就是为了造福乡邻，你弄个奶娃娃来算啥事儿呢？就是呢，你家实在没人带呢，让我们各家妮儿帮忙带着也不是不行呀。老余家的娃就是金贵啊，这么大的娃，谁不是满山遍野的到处跑啊？这还成天得有人看着。哼，桂婶儿，你家淹死一个娃不够，还想再死一个呀？桂婶子气得一个趔趄，差点没站住。他小儿子就是在七宝这般大的时候，在池塘边玩水没的。于三郎这话简直就是戳他心窝子了。余叔，我孙子哪儿说错了？你死了儿子不当回事，我孙女可是宝贝的很。村里到处有水，我看紧点咋了？林嫂子，七宝是咱看着长大的，这孩子最是乖巧听话，先生没说啥，那就定然没啥影响。要不然问问学堂里的娃，要是他们都不觉得有啥，就让七宝跟着吧。你们说我有影响到你们吗？哪能呢？七宝做最后，我们都得听先生讲课，压根儿没空回头看七宝呀。多福，你坐最前头，隔着七宝老远呢，影响你啥了？就是我做倒数，和七宝前后桌都没有关系，就他事儿多。赵多福，你就承认吧，是你自己静不下心。窗外麻雀过去，你都得瞅几眼，还好意思说人家七宝打扰你，要脸不？不就是七宝学得比你快，比你厉害吗？切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学不过人家就找大人来给人添堵，瞧不起你。你又欺负人，奶，你看他们都欺负我，我不上学了。于三郎跟几个孩子挤眉弄眼，小样儿，还收拾不了你。林大娘在城里太久，不记得村里事了，可咱祖祖辈辈都在这儿，这做人呐，不能忘本没了良心，就是将来有了功名，人家知道曾经忘恩负义，只怕那官儿也别想做了。村民纷纷羞愧低头。林婆子祖孙俩受了一肚子嫌弃，骂骂咧咧回家去了。忙着呢，今儿个摘梨，给你家几个应应节气。谢谢二婶子。哇，这梨子好大哟，我一个都吃不完。可不嘛，跟你脸蛋一样大的，你吃得下才怪呢。瞧你得客气的，本就没有几个梨儿，还每年都给我家分这么多，这有啥？要我说呀，给他老陈家那一家子吃，那才叫浪费呢。哎，我听说陈二哥找着个好活计了。没错呢，我过来呀，就是想跟你说这事儿。那活儿呢是四妮家男人找的，我小的七宝爹不喜那一家子，可再不喜欢，咱也不能跟钱过不去，不是吗？那活儿呀得有一个来月，是在石场开石头。虽说这辛苦了些，可钱给的呀是真不少。说是为了赶工期，1个月5两银呢。这不，好多人挤破头走四妮家门路呢。这活儿太辛苦了，我爷爷不去。哎呦，你个小东西知道啥呀？咱乡下人挣个钱多难呐！爷爷，你不准去，这事儿可不是啥好事。您老都这把岁数了，那活儿太辛苦。
咱日子又不是过不下去，没必要去干这活。就算要去，那也该是我去才合适。于老头听女婿这么一说，不管真假，这心里总归很熨帖。爷爷，我跟你说，那会儿有危险，你真不能去。七宝，你看出啥了？爷爷一说要去，我就看到爷爷脸上带着死气，陈二叔也一样，明儿我再看看其他人就知道了。哎呀，乖乖，咱这话可不能乱说呀。可是那个市场真的会出事啊。爹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要是知道会出事儿，不跟人说一声，那回头真出了事儿，可咋得了呢？他听赵连洲回来说了那红脸汉子的事儿，再想想最近发生的事儿，闺女的本事由不得他不信呢。爹，我去找陈二哥，你去一趟村长家，这事儿怎么说咱也该提个醒。至于他们信不信，那就尽人事听天命吧，总不能什么都不做，眼睁睁看着人家出事儿吧。夜里，翁婿俩收拾完家里，各自去了村长家和陈二哥家里。七宝本来想等着爷爷回来问问情况，架不住白天跑太疯了，靠在娘亲怀里，头一点一点的就睡着了。他爹呀，咱不去了吧？哎，5两呢，就个把月，像这样的活计不好找啊。再好的钱，那也得有命拿才是呀。赵兄弟是个读书人，他不会乱说话的。再说了，这老于叔多抠门的一个人呐，那钱看着不正，就跟被人偷了一样。他都不去，这事儿呀，10有8九是真的。还有，之前来村里找麻烦的那个红脸汉子，你还记得不？你提那混子干啥？死了，还真是被他儿子给砍死的。你说这事儿巧不巧？这次看出有问题的，难道是小七宝？爹，他们老于家跟老赵家不对付，这事指不定是于叔心里不舒服，故意不让咱们去呢。快别胡说，老于叔不是那样的人。二弟，你大哥说的没错，于叔那人虽然是有些小气，可不是拿这种事乱说嘴的人。我前儿还听说一事儿，估摸着这事儿和他家七宝有关系。大儿媳将七宝说红脸汉子被儿子砍死的事儿讲了一遍，一家人听得目瞪口呆。这事儿是真的？是真的。老于叔怕人说七宝闲话，一直捂着没让人知道，还是祖奶奶家的大孙去城里办事儿，这才听说这事儿的。这事儿在县城都闹开了，好多人都说这事儿神呢。5两呢，我和大哥1个月就能挣10两，咱家1年也就攒这么几个钱。他家七宝再聪明，那也是个小娃娃，上回说不定就是瞎猫碰见死耗子，碰巧的事儿，又不是神仙，哪能次次都做准呢？爹，您给说句话呀。哎，不去了，有钱挣那也要有命花才是，没出事也就算了，钱没了再挣就是，可命要是没了，哎，你们早些睡，我去吴叔公他们几家转转。娘，他们老于家不是人，四处撺掇说咱妹夫的石场会死人。挨钱道的老杂碎，他敢造我老赵家的谣，看老娘今儿不撕了他！于老五，你个老王八蛋，你挣不上钱就来造谣害我老赵家，我赶你断子绝孙成绝户！我告诉你，你送那贱种读书，这辈子都读不出个名堂来。你给我等着，我老赵家早晚发达，叫你一家连屁儿都闻不着。王大娘，你别骂了，他们一家子今儿都出门了，家里没人呢。呸！不要脸的老东西，知道自己干了啥龌龊事儿，这才故意躲着的吧？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，老娘早晚骂死你一家！谭龙村好些人不去了，这空出来的名额就落到了隔壁伏虎村人头上了。那群傻子听人说2句是非就不去了，活该咱们捡着这便宜。可惜三毛子年纪不小，不然咱父子2个一起，这不得过个肥年了。他爹，我听那边好多人都说这石场会出事，要不咱还是别去了。你个丑八怪知道个啥？那老于家上门女婿就是王婆子不要的儿子，他一家子能跟王婆子对付？要是旁人家说这话，咱估计还得信几分，和他于家说的话
咱能信？没错，你一把年纪还不如我闺女有见识。哼，他俩家说是亲家，实则比仇家还不如。王婆子家有好处，老于家说坏话才是正理。于爷爷不是那样的人，赵三叔更不是。爹，你还是听娘一回吧，钱没了咱们再挣就是。哟，还钱没了再挣就是，显得你多能啊！你倒是出去挣啊，在我家吃白饭干嘛？张英，你说谁吃白饭呢？小弟，长幼有序，你不能对大姐这么没礼貌。王氏，你会不会叫儿子？你看把他惯成啥样了？三毛子，老子告诉你，少跟于家那几个兔崽子来往。那绝户家能有啥好人？去外头跪着，今儿要是不晓得自己错哪儿了，就别吃饭了。你这个小畜生，我让你口无遮拦，一天到晚净胡说八道。老子上辈子一定是杀人放火遭天谴，作孽太多了才会投生到了你家，遇着你这一家子不着四六的玩意儿。小兔崽子，你是要翻天了？老子今儿打死你！你打呀你打呀，反正打死我，你儿子闺女可就没人伺候了。就这么个奴才东西，你不打死我都替你臊得慌。张大胆牢记墙角的擀面杖，起身就要来揍三毛子。三毛子一看那臂粗的擀面杖，吓得就往院子里跑。这他娘的打身上，不得打断骨头才怪。大胆，你干啥呢？你先别忙着打孩子，我跟你说事呢啊！张大伯来也是劝张大胆别去市场，毕竟人盘龙村作为赵子妮娘家人都不去了，他们别光顾着眼热银子，回头给出事儿了。嘿嘿，大哥，你也信那些碎嘴话呢？老于家跟王婆子一家有些恩怨，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。我看呢，这分明就是老于家眼红人赵家要发达了，才故意背地里搞人家的烂事。哎，那你要去就去吧，我家孩子还小，这钱我就不去挣了。你自个儿在外头注意点啊。水莲啊，春枝，你也来县城啦？老爷来奉县谈事，便顺道带我一起过来走走。这是小七宝，哎呦，这才1年不见，都长这么大了。宝儿娘，你和春枝说话，我去看看爹他们来了没。赵三娃和从前还真是不一样了。七宝，叫姨姨。姨姨好。这是明熙？没错，明熙叫小姑。于明熙低着头，怯怯地叫了声小姑。于明熙一说话，七宝就听出来，她就是祠堂被罚跪的那个小姑娘。这孩子就是害羞得很，不如你家七宝大方。哎呀，姑娘家嘛，就是要安安静静的才乖巧。哎呀，不像我们家这个，生日里啊跟个皮猴一样，上蹿下跳的，就没个安静时候。七宝，和明熙一道去玩呗。你家就你一个小孩吗？不是，我有2个哥哥1个姐姐，这次我爹就带了我和我2哥过来的。春枝姨姨看着与我娘差不多大，这么厉害，多生4个啦。我娘咋就生了我1个？不是的，大哥和2哥都是母亲生的，只有2哥和我才是姨娘生的。姨娘？七宝这才反应过来，春枝是于家的妾室。那你在家都玩什么？我都是跟着先生读书，和姐姐一道做针线，没去外面玩过。那让你姨娘带你回外祖家，我带你去河里摸鱼，去树上掏鸟窝，我3个摸鸟窝可厉害啦。我姨娘要回外祖家，得母亲同意才是，毕竟不是正经亲戚。于明熙的世界打破了七宝的一些认知，他不明白自己外祖家怎么就不是正经亲戚了。七宝，你看。于三郎拧了一下马肚子下面一个小东西，那小马就踢踏踢踏在桌上跑了起来。哪来的？太好玩了！嘿嘿，好玩吧？是我求着爷爷买的。啊，这谁呀？是我刚认识的朋友，他叫于明熙，是河县于家的人。春枝见于家人陆续回来，知道2家不对付，也跟着起身道别。姨姨，你有空带明熙姐姐来村子里玩啊？成，得空就让希儿同你玩去。爹，那是你妹子不？你妹子呢？在城里别瞎指点，小心得罪人呢。真的，还是和方才那女的在一起呢。
赵连舟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，果然见赵四妹和赵春枝走在一起，前头走着的人正是于文斌和一个有些肥胖的中年人。那胖子是你的便宜妹夫？不是，他便是那个想收养七宝的张老爷。七宝扭头看那位张老爷，就觉得他浑身带着灰色雾气，这是做事阴毒，背了人命官司的。瞧着这害的还不止一条人命。爹，这张老爷是坏人，他收养小孩，怕是要干啥邪门歪道的事。哎，闺女，可不能乱说话呀，有些事咱就是知道也不能说。七宝眼珠一转，就算他不能替那些死者讨公道，那也绝对不能让张老爷好过。他靠近于三郎，小声嘀咕了两句。于三郎趁着于老头几个大人目光都在张老爷几人身上，悄悄地溜走了。哎，老三呢？我想吃栗子糕，三哥给我买点心去了。你这孩子，想吃就不能等会儿？这会儿都吃饭了，让你三个乱跑干啥呀？我去看看老三好了没。于三郎脑子机灵，来过几次后，对县城街道巷子都门清。走到街角，看到一个半大的乞丐正靠着墙晒太阳打瞌睡，他蹑手蹑脚地走过去，抓了乞丐铺碗里的铜钱，拔腿就跑。嘿，那小子偷我钱，拦住他！于三郎边跑边回头看后边的人，这一不小心就撞在了张老爷身上，飞快地将一张小纸人塞进了他怀里。嘿，小兔崽子，走路不长眼啊！算了，想来又是乞丐抢地盘闹出的事。于三郎顾不得道歉，慌忙拐进了另一边的巷子里，那里于大郎早早等着了。快换衣服！一转眼儿，方才灰扑扑的小子不见了，和追赶的乞丐儿碰个正着。呸！混蛋小子，差点弄脏了小爷的新衣服。兄弟，你方才可有看见个脏兮兮的小子？那贼小子跟你们是一道的？不是，是他方才抢了我们的钱。哼，往那边去了。多谢。几个乞丐儿跑了几步，其中一个突然顿住。不对，我咋瞅着方才那小子身形跟抢我钱那人有点眼熟呢？哥，该不会就是他吧？娘的，这小子贼精啊！几个乞丐又掉头追了回来，哪里还有于三郎兄弟俩的影子？我渴啊，好吃！爷爷给我买的新衣服，我都还没打开，你就给穿了？多大个事儿呀！以后我有新衣服，都先让你穿。哼，话说得好听，那要他穿得上才是啊！一行人吃饱喝足离开时，于大郎路过那乞丐身旁，丢下了一大把铜板。那乞丐今儿莫名其妙被人抢了钱，又被大哥训了一通，心里正郁闷呢。这会儿见着这么一大把钱，高兴的直呼大爷。你对那张老爷做了啥？没啥，就是让他睡觉安稳一点的东西。那新来的小蹄子可不是个安分的，你都这把年纪了，少跟他。张老爷方才跟小丫鬟闹了一场，精神有些不济，又不喜欢听张太太絮叨，眼睛半耷拉着，时不时的哼哼一声。老爷，何必听那个老婆子嘀嘀咕咕个没完？不如奴婢陪你出去耍耍。张老爷这几日正迷着小丫鬟厉害，也委实不想听老婆子嘀咕，翻身下床就冲着那小丫鬟过去了。也不过是歇息一会儿，这就天黑了。我的爷，那不是天黑了才好玩吗？你说的没错，这天黑才叫有趣呢。小丫鬟娇嗔着抛了个媚眼给他，扭着身子便朝着前方跑去。张老爷神魂颠倒地追了上去，可不知怎的就进到了林子里头，到处隐隐绰绰，看啥都有些看不真切。这是什么地方？爷，这荒郊野外的不是更有情趣吗？我不走了，我得回去了。爷，这都到我家门口了，你哪能不走了？你得进去坐坐，让奴婢好生伺候伺候您呀。张老爷刚想说这哪儿有家呢，就看到眼前似有一处宅子，黑黝黝的看不清轮廓，只看到2盏大红灯笼在风里晃荡着，可仔细一看，那灯笼又好像是白色的。张老爷心一咯噔，
揉了揉眼睛，仔细看，那灯笼还是红色的。到了，咱们进去吧，我爹娘等着呢。哟，姑爷回来了。老爷，你身子太高了，你把头低着一些，身子缩着一些就好了。张老爷依他的话缩了缩头，果然就进去了。咱家这样的门第，你怎能找这么矮的姑爷？女儿也不喜欢，谁让他脏了女儿身子，这辈子便该是他的人了。这么小的人拿来干啥？还不够塞牙缝呢。哎，小是小了点儿，不如磨了煮汤喝吧。张老爷这才觉得不妙，这宅子怎么看着像阴宅呢？他咋就莫名其妙来了这鬼地方？张老爷仰着脖子，看清那老头之后，却是一脸惊喜。天师，救我呀，天师！可他人变小了，声音也如蚊子一般大小，那老头根本听不到。来，咱没了，血来活灭，骨头渣子给闺女当零嘴好了。天师，是我呀，你不记得了？你那些童男童女都是我每年从各地方给你搜罗过去的。天师，啊！他后脖领被人拎起来，老头挥着斧头劈下他的四肢，将躯干随手扔进了磨盘槽子里。老头子开始推磨，沉重的磨盘压得他喘不过气来，磨盘转动，将他五脏六腑碾碎，疼得整个灵魂都在颤抖。血水随着磨盘淅淅沥沥流了下去。那红衣老婆子和小丫鬟突然伸出长长的舌头，像狗一样趴下去舔食血水。张老爷整个人都被碾碎，偏他又像一个局外人，看着自己身体被磨盘碾压，腿骨被老头子砍得血水滴答滴答地往下掉。小丫鬟将一截指骨丢进嘴里，咯吱咯吱的，像是嚼零嘴一样。爹，他环出来了，要不咱把他环也吃了吧？不要，不要啊！老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张老爷猛地睁开眼睛，救我！张老爷这是被邪祟附体，才会迷失心智。若非发现及时，怕是有劫难了。去将嫣红那小蹄子给我抓来！老爷，你忘了，嫣红因为偷盗钱财，早就被打死扔出去了。张老爷心一惊，这才想起嫣红是新来的小丫鬟，不过14、15岁的年纪，长得很是水灵，他看着很是心动，便想要收入房中。偏那丫头是个倔的，还不乐意，他一时生气，当夜便将那丫头给强要了。后半夜又觉得那丫头跟个木头人一样无趣，便扔给了几个护院打手。那几个打手没轻没重的，到天亮时，嫣红竟然没了气息。张太太知道后，便命人扔去了城北的野竹林。这事儿都过半个月了，但先前跟他戏耍的人是谁啊？张老爷头疼的厉害，突然想起那红衣婆子像谁了，像那白事铺子里头扎的纸人。道长，你要救我呀！张老爷，你这必然是得罪了人，您还是仔细想想最近得罪了哪一位高人吧。张老爷想破了脑袋也没能想起最近得罪了谁，莫非这是有人知道了他干的坏事儿？道长，别的不管，你先替我把那女鬼给收了吧。事有因果，这事因你而起，必然也要你自己亲手化解。你得找到他的家人，厚葬他的尸体，善待他的家人，了却这一桩孽缘，贫道才好帮你啊。可那野竹林靠大山，时常有野兽出没，嫣红的尸体早就没了，他是被人牙子拐来的，家人也找不到了，这后事自然也就不好办了。张老爷，以后多行善事，少为恶吧。你这牛鼻子道士啥意思啊？我家老爷是远近出了名的大善人，你如此编排非议我家老爷名声，小心我让你蹲大牢去。道士见张家几个儿子也是一脸怒气，心中苦笑，自己怕是惹了不该惹的麻烦，难怪会被人如此算计，原来是一家子伪善如狼的恶人。贫道严禁于此，得罪之处还请太太少爷们见谅。你赶紧走吧，若是被发现，你也别想再世为人了。嫣红多谢小仙子，只是不能亲眼见那恶人遭报应，心里……你放心吧，他将来日子必不好过。
你不可因他坏了自己来世。嫣红朝他又拜了几下，这才消失在竹林之中。走了吗？走啦，三哥，你怕啥呀？我都说了，他不会害人的。再说有我在，你有啥好怕的？你啥时候发现他的？他一直跟着张老爷，我那天一眼就看见他啦。那你看看我背后有没有跟着人？三哥，你不要一惊一乍的，像嫣红那样的是少数，毕竟他死得太惨，而且张老爷也实在太坏了。你俩好了没？爷爷让你们早点回家，别在外头疯，省得叫王婆子逮着撒气。他们从城里回来第二天，王婆子就过来骂了一回。赵连洲和于水莲当小辈儿的没应声，于老头一个老头子也不好跟王婆子计较，倒是于三郎气不过，跑着去跟王婆子大骂了一场。七宝一直觉得他三哥是个神奇存在，明明生得俊俏斯文，不张嘴谁不夸一声这娃子真俊，可一张嘴那绝对是村里大娘婶子都不及的猛人。不过这次他算是替家人出战，难得于老头没揍他，还悄摸的给了他一个梨子。于三郎琢磨，爷爷这心里也窝火呢，那他得骂死那老娘们儿，骂起人来就越发得劲儿，把王婆子一家从上骂到下，连他家几只老母鸡也没能幸免，气得王婆子回去后差点生病。你说啥？你再说一遍。老娘被村里那帮子穷鬼笑话，连你也要来拆台是不是啊？你个窝囊废东西，就个把月的时间挣5两银子，又是在咱妹夫手底下，你有啥不好的？居然躲着不去。王婆子可以骂儿子，可见不得儿媳妇骂儿子。你闭嘴！老二，你给娘说说，是不是谁跟你碎嘴说闲话了？娘，村里人都不去了，这事指定有啥邪门的地方，家里大哥去就行了。就算真出事，咱家里好歹有个人不是？啥意思呀？我家一去就2个，你怕出事，我家就不怕呀。他爹大飞，你们也别去了。哼，大嫂，你这话说的，当初大飞可是欠了人家钱家工坊20两银子呢，大哥和大飞不去，这钱咋还？一家人瞬间又因为这事儿吵了起来。你们要去就去，不去就拉倒，以后也别指望我拉不娘家人了，真是笑话。有银子还没处使了。别人家去不去我不管，可我家的必须去，谁不去就给我滚出老赵家，以后也别认我这个老娘了。赵二柱拗不过老娘，哭丧着脸，和隔壁村几个汉子一道跟着赵四妮儿去了石场。七宝站在坡上，看那一行人头上都带着死气，却又无可奈何。该提醒的他都提醒了，他们执意如此，也是没法子的了。唉，希望他们有带上自己送的护身符吧。我给爹这个，他为啥不带上？哼，是我扔掉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想用这些小事讨好爹，你个后娘生的野种，这辈子都别想爹多看你一眼。哼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个野种，有本事你让爹把我赶走啊！哎呦，还真是委屈你了，一直要做我这个野种的姐姐呢。三毛子，王氏进屋，扯着他就是2巴掌。我叫你嘴上没个把门的，你啥话都敢乱说。三毛子静静的，就这么直勾勾的看着张英。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个野种，一个被亲娘嫌弃的野种。王氏打人的手一顿，眼泪就这么掉了出来。你怎么不打了？要是手上没力气，就去拿黄金条子来抽吧。我不跑，就在这等着，谁让我是你亲生的呢？王氏身子一软，坐在了床上，嚎啕大哭。你要不打，我可就要走了。老爷，千错万错，都是妾的错，是妾没把二少爷教好，这才惹了祸事。要罚，您就罚我吧。大哥，按理说你们大房的事不该我插手，可德俊做的那些事儿也太过分了，这要是被人知道，我们钱家这么多年积攒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老爷子，大哥，咱钱家今年出事不少，这事要再不处理，以后在这县里怕是不好做人了。
可不是，我家鹏儿眼看着就要说亲了，这要是叫外人知道有这么个兄弟，还有谁家姑娘能看上咱家呀？你闭嘴！我钱家的事儿，几时轮到你说话了？老爷子，这事儿你得拿个章程啊！哎呀，能咋办？老三，这两家你去赔礼道歉，该做的礼数咱做足，让庄头去帮忙说说。人都死了，就是闹破天也不能还魂了。也亏的就是两个姑娘，换些钱财，他们总归是愿意的。至于德俊，跟管事去外头跑货，先避一避风头，等这事儿过了再回来。钱三夫人手一紧，她就知道又是这样。每次那王八蛋出了事儿，林姨娘一哭闹，老太太再搅和，事儿就这么结束了。不行，分家，这家她是受不了了，早晚得分。大房二房的事你别掺和，守着咱们这一房，把几个孩子看好就是了。等将来咱们分家后，你想干啥不能？你这是怎么了？以前她一提分家的事儿，丈夫就不耐烦，这回她怎么主动提起这事儿了？张家老爷出事，你知道不？我还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。前儿个我听娘家大嫂说，张家那4个护院，一个死的比一个惨，其中一个还被狗啃了命根子，活活疼死。你说这事儿邪门不？哎呀，以前我是不信报应这回事的，可自从你生孩子还有宏大那事儿过后，我才知道这举头3尺当真是有生命的。张家表面看着风光，背地里阿杂事不少。据说张老爷这场大病还有几个护院的死，都是因一个丫鬟惨死引起的。可见这人呐，上次我让你收那小仙子当干女儿这事儿，他家咋说的？他家宝贝闺女不舍得，还有之前张老爷也提过这茬儿，人家心里起戒心了。真是个不要脸的老不休，那么点大的孩子，他咋就……钱三夫人不晓得自己想歪了，心里越发坚定，以后要和七宝一家交好，省得叫人害了都不知晓。娘，你真要拿这个给我做衣服啊？这颜色鲜嫩，娘和你哥哥呀都穿不了，不给你做，给谁做呀？那爷爷还有哥哥他们呢？哎呀，有呢，都有。钱三夫人做事仔细，从老到小都准备了布料，再买些棉花回来。今年冬天倒是可以给家里人都做身新棉袄了。七宝，我们要去镇上卖野鸡，你去不去？大姐，你瞅瞅，这兔子多新鲜呐，皮毛还完好无损呢。你吃了肉，还能用皮子给你家娃做个小背心是不是？一样钱买2样货，要不是我家里兄弟多，这好事儿呀轮不到我身上，我都不舍得拿出来卖呢。你个小子，我都可以做你娘了，你还叫我大姐？大姐，你说啥呢？你看着跟我姐没差呀，我瞅你年轻得很。瞧我这嘴，定是说错话了。实在是大姐你太年轻了，不能怪小子没眼力劲儿呀。这兔子还有这野鸡都给我吧。好嘞。于三郎手脚麻溜，用草绳系好了，递给妇人。婶子，你后日是不是要去走亲戚喝酒？是啊，后儿我叔公大寿，我得去吃酒呢。婶子，你去就成，你家小孩就别带了吧，省得出乱子。妇人心中有些怪异，倒也没当回事儿，只以为是小孩子乱说的。爷爷说多少回了，在外头就是看出啥也不要跟人说呀。可是他人很好，又买了咱家兔子，这辈子就一个儿子，要是这儿子没了，他会疯的。于三郎想想自家被人骂绝户，也不好说什么了。你刚想说啥？三哥，你看啊，这码头人这么多，有卸货的民夫，还有来往的商人，下船歇脚的客人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做点小生意？啊？做啥生意呢？这么多人，他们天天在码头多辛苦呀，
眼看天冷了下来，总得要吃喝吧。已经有很多卖吃食的人家了呀，你看包子铺、汤面铺子，还有馄饨铺子，咱能做啥？可他们做的都没有我娘做的好吃呀。于三郎咂摸着嘴，也觉得妹妹说的很对，他娘做饭确实很好吃。走，咱回家跟娘商量商量。我想送二郎去学医，你们觉得咋样？爹，你咋突然说起这事儿了？之前也没有听见你提起过呀。他们兄弟几个都不小了，大郎再过2年也该说亲了，他手脚功夫不错，将来采药打猎种地都没问题。我就想着给二郎寻个手艺。二郎，你觉得咋样？我听爷爷的。二郎啊，爷爷终归会老的，也不知还能看顾你们几年。老太爷将你们带回来，我总要为你们将来打算才是。爷爷，我懂的。我打算送你去济世堂，他们家你也去过几次，掌柜和大夫你也都认识，不用怕他们为难你。于二郎一听济世堂，暗暗地松了一口气。小嫂子，你找他们干啥呀？莫不是卖的野味有问题？哎呦，不是，我叔公大寿，我原本打算带我家杨蛋过去的，那小姑娘一说，我那天早上想来想去，也就没带她去。为这事儿，她奶还差点跟我干仗呢，说我只顾自己不管娃。你说巧不巧？寿辰那日，他们村一个傻子突然拿棍子胡乱打人，还就打得我们那一桌，把我娘家村一个嫂子给打得胳膊红肿。那嫂子就挨着他一起做的，若是他当日带儿子过去，那必然就是儿子挨着他。那一棍子若是落到了他儿子头上，他都不敢想会有啥样后果啊！居然这么神呢，全然叫那小女娃给说中了。可不是啊，你也知道我家可就杨蛋这么一个娃，这才想着过来找那个小仙姑给看看，我这还能不能再开怀？娘，现在天越来越冷了，咱用辣椒加花椒一些佐料做底料，再熬些骨头汤，把菜穿成串儿，咱卖串串，肉的3文钱一串，素菜3串1文钱，这样他们能吃着好吃的，还能御寒，不是挺好吗？你哪儿学来的这些主意的？爹，这是我从书里抄来的。于雪莲以为他是在左家藏书里抄的，倒也没当回事儿。娘，我都3岁了，你给我弄个房间，我自己住吧。乾坤袋里的菜谱那都是后世打印的，肯定不能直接拿出来。他抄菜谱要背着人，实在是太不方便了。你才多大点儿啊，夜里踢被子着凉了可咋办呢？赵连洲倒是琢磨着这事儿可行，主要是闺女大了，他想要跟媳妇儿亲近一下，太不方便了，是该分房睡了。你把咱旁边的隔间收拾一下，让七宝住里头，我再给开个小门，要是他晚上害怕，直接过来跟我们一道住也行。于雪莲仔细地想了一下，也觉得可行。刚好冬日农忙结束，家里人都得空，于老头和于大郎、于三郎3人弄了2天，就把七宝的屋子给收拾出来了。于雪莲把菜品也研究得差不多了，趁着七宝休沐日，赵连洲和于雪莲带着几个孩子推着板车一路去了码头。这是啥呀？叔，这是咱家的串儿，荤菜3文钱一串，素菜3串1文钱，好吃不贵还暖和。要不您来一串尝尝？给我来3个素的。好嘞，叔，你要辣还是不辣的？给我1根辣的，2根不辣的。好嘞。汉子正吃着，旁边有人围了过来。咋样，好吃不？汉子都没空跟人说话，一口气儿吃完，将盘子递了过去。再来6根辣的，1个肉的。娘嘞，这辣的可真是太带劲儿了。等七宝醒来的时候，他家的摊位已经挤满了人，压根儿看不见他爹娘的身影。不要急，一个一个来，今儿就这么多，各位喜欢的爷，明儿再来啊。生意这么火爆，于是还没到正午，于雪莲准备的东西就全都卖光了。于雪莲忙不过来，又拉了陈二嫂子一道，于大郎帮忙打下手，于三郎吆喝收钱，毛蛋跟前跟后擦桌子收拾，倒是也配合得极好。哎呀，
他爹呀，咱这没去10场倒也不亏，水莲妹子带咱挣这钱也挺好。两人正感慨于家人仗义，村口便传来了一阵叫骂哭嚎声。这是出啥事儿了？王婆子，你姑爷把我们骗到10场，辛辛苦苦1个多月，如今钱没挣上，还出了人命，这事要怎么解决？王婆子，你个天杀的老婆子，你把我们害得好惨呀！我的儿啊，我2个儿子都在里头呀！你家赵司你躲着不见人，这事儿不给个说法，你家谁也别想好过。你们少在这儿胡说八道，是不是于老头那老东西故意让你们来我家闹事儿的？我呸！咱要是当初听老于叔的，可就好了，也不至于落到这地步。你家害我兄弟惨死，这事没完啊！出事了？那我家二柱呢？啊，有人看见我家二柱没呀？谁知道赵二柱死没死？反正他家老大父子俩都没了。赶回来的何氏一听这话，整个人都站不稳了，靠着墙壁就倒了下去。好了，都先别吵了，听我说2句。事儿到底怎样，咱也不晓得。可既是出了人命，那该报官就报官。你们围着王婆子家，她是能赔你们银子，还是能赔你们人？你们都一个村的，当然是要替大家说话了。我可怜的儿啊！咋说话的？是不是一个村的？咱也得讲理，是不是？就是，当初咱村的人都不去，你们一个个抢着去，让你们不去吧，还像是挡着你们财路，咋劝都不听啊！这会儿上门来说人家害你们，这说得过去吗？行了，都给我闭嘴！去把李琛给请过来。乖七宝，去二婶家啊，二婶给你做萝卜丸子吃。二婶，你这是咋啦？我今儿没空去你家吃丸子，我得回家跟我爹一起写作业呢。娘，爹说先不回来吃饭了，他得跟村长一道去办事。小七宝，你告诉二婶子，你瞅你涛大哥能讨到媳妇不？七宝一阵无语。陈涛长相周正，又勤劳踏实，就是个再正常不过的乡下后生。陈二嫂2口子又是能干人，这样的家底子咋就讨不到媳妇儿了？陈二嫂这纯粹就是没事找事儿，自己把自己给急的。哎呀，好七宝，你告诉二婶就是，二婶保证不告诉别人。七宝抬头看了眼陈涛，这一瞅还真看着些不一样了。二婶，涛大哥的婚事你不要着急，着急来的终究不稳妥。涛大哥这事儿起码也得3年后才能定下来。陈二嫂着急儿子的亲事，倒也把七宝的话听了进去，不像以前那么着急了。也不知道三毛子爹咋样了，当初三毛子劝他爹别去，还莫名其妙挨了一顿打。别怕，只要他爹带着我给的护身符就没事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扔了爹的护身符，爹怎么会出事？呸，都是你拿乱七八糟的东西害了爹，要不然村里其他人都好好的，怎么就爹出事了？那是因为他们都有带我送的护身符。张英的外祖母冯氏从外头进来，扯过三毛子就是2巴掌。跟谁大呼小叫的？你个小娘养的东西，敢跟我外孙女儿吼！没大没小的东西，我就说这嫁不出去的丑八怪不会教孩子，看看这都教出个啥玩意儿了！三毛子捂着脸怒视冯氏。你看看，我闺女是没了，可彪子和英子却是我亲外孙。这小杂种这么个眼神是啥意思啊？这是往后不想让我来登你张家的门了。三毛子，你给老道歉。爹，姐和这老太婆都说我是野种杂种，今儿我就想问一句，我真的是我娘头生的？张大胆儿躺床上不吭气，他又扭头问门口的王氏：“你真背着我爹偷人了？”王氏抹着眼泪不说话。你们都不说是吧？这杂种野种的屎盆子一定要扣我头上吗？好，我今儿就出去告诉所有人，我三毛子是野种，是你王氏偷人生的，是你张大胆没种给别人养儿子。闭嘴，你个小兔崽子，要不是老子亲生，老子早800年就把你扔粪坑当粪了。那这老婆子一口一个杂种野种，你听不到是不是？我被人骂杂种，你这当爹的很开心是不是？
小兔崽子，你非要气老子不成？小弟，爹已经病了，老来看他，老人家着急，一时说错话了，你别介意啊。哼，我不会气的，杂种他哥你放心好了，以后我都不气了，你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。还有杂种他姐，你该去伺候你老做饭了。杂种他娘，你今儿打杂种用哪根棍子，杂种替你寻去。杂种他前姥姥，你前女婿病成这样，你就空手过来，是不是待会儿走还得顺手摸只鸡？杂种他哥，你老就是这么个疼法的，这还不如杂种他老了，不来看也不会带东西走。张彪被气打，脸色铁青，嘴皮颤抖，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冯氏每次打着来看望外孙的名义，却是啥也不带，走的时候顺手牵羊一些瓜果花生，再不济地里小青菜也得拔走几颗，从没有走空的时候。好你个小杂种，你厉害，老娘以后不来你家了。他骂完转身就走，顺道将邻居过来看望张大胆送的一篮子鸡蛋给拎走了。好姥姥。不少人过来看望张大胆，实则是为了感谢三毛子，因为他送的护身符，村里几个汉子躲过了一劫。哎呀，我当初啊，还拿那护身符当个小玩意儿，还想扔掉来着，得亏啊你没让我扔。那符真就这么神？哎，真神！哎，你说怪不怪啊？那天采石，本来我们站的位置最危险，偏偏就平地起了风。哎呀，那风吹得人睁不开眼，我们就一时躲开了。哪晓得刚一躲开，那石头山整个就塌了，把那没符的人都压在了下面。大胆的还是我靠得近，伸手拉了一把才把他拖出来。哎，可惜他偏要去捡鞋子，被砸断了腿。这符是三毛子给送的，村里几个叔伯他都给送了，没道理不给亲爹呀。嫂子啊，这事儿你可就不知道了。三毛子那玩意儿看着脾气横，实则是个有孝心的，这叔伯都给了，能不给他爹吗？还不是张英那小蹄子做的，他把三毛子的符给偷拿出来扔了。我瞅着呀，大胆兄弟这是是非不分的性子，早晚得毁了这个家。唉，这咱们才能捡回一条命来。多亏三毛子那娃，你以后看顾着他一些吧。张大伯哎了一声，哎，嫂子，你说这东西三毛子打哪儿来的？这么好使，我还想求2张呢。于三真是我好兄弟，比亲兄弟还要亲的兄弟。三毛子哥，你慢点吃，小心噎着啦。七宝，你可真是我亲妹子。我要真是你哥哥就好了。三毛子哥，你脾气别那么硬，适当低头不丢人。那棍子落身上不疼啊，你忍忍，再过不久，你的日子就会好起来的。好不了，我一想到那是非不分的老东西，还有我那个只会掉眼泪的娘，我这心窝子里头就全是火。呸！那的没心肺的爹娘，不认也罢。你那么大气性儿干啥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这世上有些人不配为人父母。几天后，村长从李正家回来，宣布县里的处理结果。啥？赵四你男人坐牢了？坐牢算啥？据说这次死的人不少，估摸着要抄家砍头呢。那不是替张老爷做事吗？咋坐牢的是四妮男人？还能为啥？四妮家男人是张老爷的族亲，这出事总得有个背锅的呀。他家男人一直跟着张老爷跑前跑后的，这锅他不背谁背？唉，王婆子一辈子嘴上不饶人，这下儿子孙子女婿都出事了，这一家子算是完蛋了。大家都别吵了，事儿已经这样了，再哭再闹也没用。县里已经说了，死者每人赔偿50两银子，伤者30两，这事儿就这么结了。若还有不满的，就去找官府好了。人群一阵默然，村里人因为相信村长和于老头一家子，除了王婆子家2儿子和1孙子，并没有其他人去石场，因而整个盘龙村得了赔偿的也就王婆子一家。等到七宝放学回来时，王婆子一家还在吵闹不休。不是都赔了银子吗？咋还在吵？何氏跟吴秀芳要自己拿着钱，王婆子不愿意，几个孙儿都站在自己娘那边。唉，
一家人如今啊，正吵闹得厉害呢。他们就不能分一分吗？咋可能分？何氏和吴秀芳心里恨死了王婆子，吃了她的心都有，怎么可能会给她分钱呢？哎呀，问这些干啥呀？你今儿的功课都学懂了？先生讲的我都懂。赵多福那个笨蛋啥也不会，还想找我茬。爹爹一瞪眼，他就吓得缩着脖子回去了。你没事跟个小孩计较干啥？谁让他想吓唬我闺女来着？对了，这几日买卖还顺利吗？于水莲脸色有些不自在。哎，有啥不顺利的？你在家专心读书就是了。码头吵得很，你去了不方便。赵连舟看了眼于三郎，见他神情愤然，拳头也捏得很紧。没事，终日在家里读书，脑子反而闷得很，还不如出去走走。好诶，明儿又可以去码头啦。当家的，这几日不咋忙，你明儿个和大郎一起去一趟码头。你们不是忙得过来吗？干啥还要我和大郎过去？必须得去。陈二哥见媳妇儿脸色不善，也不敢再吭气了。次日，老板娘，把荤的素的都给上来，菜色一定要鲜啊，最好跟你人一样。水莲在弄菜的于水莲脸色一白，没奏声，继续往锅里下菜。陈二哥终于知道媳妇儿为啥非要让他和儿子一道过来了。原来是钱少爷，许久不见，钱少爷风采更胜从前了。赵连舟，这辣美人想必就是你的娘子了？没错，可是我娘子哪里做得不好，惹了钱少爷不快？做得极好，便是对着这张脸，爷都能多下几碗饭，怎能说不好呢？啊！他身边几个狗腿子跟着一起大笑，看赵连舟的眼神似看一个活王八一般。三哥，你别气，他们的好日子很快就要到头啦。他们背后也有人跟着？没有。那他们要咋样到头？你等着看吧。哼，还以为今儿带着男人过来是要替他出头呢，原来是这么个怂包完蛋货。你少说两句。看到没？当初要不是我三叔求情，这家伙坟头都长草了。你说他要是没了，这般漂亮的娘子该怎么办？爷这么善良，当然是要替下人照顾家小啦。娘子，我书院还有事，先回去了。他走，顺道将于大郎也给带走了。我也要回家。你们都走了，把七宝也带走。回家，这码头不好玩，我要去书院摘柿子。一窝子男人，没一个有担当的，活该媳妇儿被人调戏。活干完了吗？就你逼话多。钱德俊坐在马车里，半闭着眼哼着小曲儿，脑子里满是于水莲那娇俏的模样。砰的一声巨响，怎么赶车的？不晓得，突然就落了一块大石头下来。钱德俊还想骂人，就见林子里走出来了几个人，正是之前的赵连舟几人。赵连舟，你个怂货，不会是特意过来给我送媳妇儿的吧？送？怎么不送？他脸上的笑容未落，拳头已经挥向了钱德俊。赵连舟，你敢！又是砰的一声。三哥，我咋觉得爹爹好厉害呢？那是自然，爹是最厉害的，都是你拖累，要不然我也下去，怎么着也得抡他几大棍子。钱德俊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，他的双腿被人打断了。赵连舟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觉得我会给你机会？钱德俊心中惶恐，这不就是个乡下书生吗？为何这气势突然就变了？大郎，你上山去。于大郎一脚将一人踹飞。爹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娘和爷爷知道的。赵连舟就笑了，他从钱德俊的身上摸出了一把匕首。三哥，快去拦住爹爹，不能让他沾了人命。可是要是放他离开，这以后……快去拦着爹爹，他必死无疑，但不能死在爹爹手上。爹，七宝说你不能动手。赵连舟手一顿，看向于三郎。七宝说他今天必死无疑，但不能是你动手。这下赵连舟就放心了。钱德俊的心又提了起来，啥意思？他必死无疑？那混子少爷呀，这几日都没过来，
估计是那日家里男人过来镇住了，往后他再来，咱们再把赵兄弟和毛蛋爹给叫上。于水莲笑着应了一声：哼，就那见人就跑的软脚虾，还能将人震慑住？你这么喜欢管闲事，咋不去做父母官呢？让你卖汤面还真是屈才了。你，妇人挥着擀面杖就想要过来打人。哎，林嫂子，你想干啥？大妹子，你忙你的啊，他就是闲的。咋最近都不见钱少爷过来了？估摸着看于三儿他娘看腻了吧？黑子也这么觉得，要不然依着钱德俊的脾气，估计还得来纠缠。哎呦，是谁啊？是谁害死了我的乖孙儿啊？老三，衙门那边咋说的？刑部头说，小俊回来路上遇见了2个亡命徒，那2人是被通缉的悍匪，一时起了歹意抢劫，又担心事情败露泄露踪迹，才会杀人灭口。于大人是怎么做事的？都被通缉的匪贼，怎么还能让人给跑掉了？这事儿必须让于大人给个交代。他的治下出了这种事儿，这怎么管理呢？这事儿还真不能怪于大人。让匪贼四处逃窜，没有及时捉拿归案，这不是他的责任，该是谁的责任？那伙人先头杀人越货，已经被县衙捉拿归案，原本是要送刑部秋后处斩的。小俊跟那匪头子有几分交情，吵着让大哥去找于大人，做了担保将人给放出来的。这事儿还是林姨娘亲自求的，你该不会忘了吧？钱老太太傻眼了，闹半天，这杀人凶手还是他孙儿自己求人给放出来的。贱人，这种事儿你也敢掺和？都是你害了我孙儿啊！我不知道呀。小俊说那几个与他有过命的交情，这才让老爷去求情的。他们是小俊求情放出来的，咋连自个儿救命恩人都不知道呢？三弟，你再打听打听，是不是于大人故意糊弄咱们，才会拿这些匪贼说事儿呢？那几个匪徒已经抓住了，真就是他们杀的小俊。小俊认识他们头，跟底下的小喽啰却是不认识的。哎，这可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呀！哎，罢了罢了，也别再去找于大人丢人现眼了，早些安排处理后事吧。就这么算了？你还想咋的？都是叫你给惯坏的。七宝，你告诉爹，你是怎么知道他会出事的？他这样的恶人自有天收，就算不碰到匪贼，也会有其他原因毙命的，只是命中结束到了罢了。记住啊，闺女，有些事你自己知道就行，别见谁都说。爹问我才说，娘我都没告诉。你俩又背着我说啥悄悄话了？七宝吐吐舌头，一溜烟儿跑了。赵连洲看闺女蹦蹦跳跳的小身影消失，转头便拿了书出来温习。往日也没见你这般用功，今日怎的如此认真了？媳妇儿，是我让你在外受苦了。好好的，你说这些干啥？爹说的对，我得努力，不然护不住你和七宝，更没法守护咱们这个家。莲儿，是我没能耐，让你受了委屈都不敢与家里说。你放心，往后谁也不能欺负你和七宝。我信你。七宝，二哥！于雪莲欣喜不已，可仔细一看，就发现于二郎的脸色不咋好看。这咋的了？二郎，有人欺负你了。于二郎眼眶一红，低头越发委屈了。二哥，你快说呀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二郎，这是怎么了啊？是不是店里的掌柜大夫欺负你了？于二郎咬唇摇头。你这小子，你是要急死人不成？这都到家了，有啥事不能说的？爷爷，他们不要我了。啥？不让你做学徒了？于二郎点点头。你闯祸了，还是你得罪人了？掌柜的让我告诉爷爷，不是我不好，也不是他不要我，他说他也难做得很，说他对不起爷爷，更对不起我太爷。他不敢
赶你走不就对得起爷爷啦？干啥非得让你走？好了，回来就回来吧，反正那医馆事多也累，你年纪还小，在家里带带弟妹也极好。大郎，冬日没啥忙的，你带着二郎多练练打猎，三郎还是跟着你娘去码头摆摊儿。七宝爹，你读书要抓紧了。赵连舟点点头。河县那边应该是于文海回乡丁忧了。于文海是二老爷长子，在京城任户部侍郎，原本今年就该往上一级，没想到二老爷突然死了，将他全盘计划打乱。想也知道，他是将这满腔怨恨都朝着老于家发泄过来了。我不在家，便是你与弟妹当家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竟然还想捂着不让人知晓，偏捂又捂不好，反而闹得人尽皆知，叫我和县里爷们给人笑话。老大，这也不怪你弟弟，实在是于老五那混不吝的闹上门来，故意给咱没脸，要不然何至于此？爹突然出事，十有八九是凤县那边出了岔子。这事儿你们有没有去打听过？老五叔脾气暴躁，跟咱们一直不对付，这也不太好打探呀。你不好过去，家里就没人可去了吗？文斌家里不是有个妾室，跟老五叔一个村，让他回娘家走走不行吗？大哥，你不知道，自从父亲过世后，三叔他们三房这么多年一直依靠咱们家，如今父亲才去，他们就想另立门户。哼，想的倒是挺美，那也得看看他们有没有那个本事。咱二房乐不乐意？哼，老三那个病秧子，以为你们爹不在了，他就能做咱们河县一脉的主，还真是不自量力。老二，你去一趟三房，让他家那个妾室回去打听打听，我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真不听了。老大让你那妾室去，那就让他去好了。横竖那也是他娘家，偶尔带孩子回去走走也是应该的，顺道也看看你五叔家如今咋样了，可有啥难处？去不去的都无妨，只是二房这态度有些过分了，拿我们当什么？他家使唤的下人啊？哼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犯不着为这么点鸡毛蒜皮的事儿计较。吓人不吓人的，不是他们家说了算，得看谁笑到最后才是正理儿。老爷让你回娘家，你心里该是有数的吧？妾明白。既是明白，那就多用点心，别回头一问起啥也不知道，白瞎了我和老爷一番苦心。我咋觉得爹不大喜欢春之仪呢？嘿嘿，你年纪小，当然不知道啦，这里头有故事呢。啥故事？三郎，你干啥呢？过来，带你弟弟妹妹一起玩去。我咋瞅着那位少爷好像有点看不起咱呢？奇怪，他怎么总是鼻孔朝天看人？这样会舒服一些吗？于老三，你嘀咕啥呢？咱们去河边钓鱼去。七宝，咋不见你4哥5哥呢？我就3个哥哥，没有4哥5哥呀。啊，我记错了，那是我另一个表妹家的哥哥。哼，你们家表的堂的兄弟姊妹还真不少。于明熙扭着手指，眼眶开始泛红。你不要太过分，我啥也没干，你可不能告我黑状，说我欺负你。兄弟，你欺负谁啊？于四郎。三人齐齐看向他，一脸莫名其妙。我以为他也是你哥哥。那个，我是不是跟三郎长得有点像？切，像个屁！小爷俊俏无双，跟你这黑皮瘦猴可没半点相似之处。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没说错，我和于三二可是过命的交情，比亲兄弟还要亲呢。七宝也是我妹子，比亲妹子还要亲的妹子。你说我是他哥也没错。于明熙松了口气，为了缓解尴尬气氛，和几人说起了河县那边的事。于三儿，你们干啥呢？磨磨蹭蹭的，还钓不钓鱼了？几个男孩子跟着风跑过去。你大伯官很大，很厉害吗？我也不大清楚，大伯很少回来，
你大伯可真厉害，啥时候我才能去京城看看呀？你长大一些肯定就可以的。我听爷爷说，咱们祖上好几个祖宗都在京城做过官呢。哇，那你爹爹以后也要当官吗？我爹爹……于明熙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他突然发现，都是七宝在问他问题，反而很少说于家这边的事。难道七宝是故意的？于明熙仔细打量七宝，只见小孩子眼里清澈纯净，带着几分疑惑，唯独不见一分算计。七宝，清风关你听说过吗？没。我听说里头的仙师可厉害了，他们不但法术高超，还能腾云驾雾呢。真的？七宝，你家有没有来过那种很厉害的高人？高人？很高很高的人吗？比我爹爹还高吗？不是，就是那种会房前屋后看看有没有啥怪东西的，还会去坟地看的那种高人。姐姐，娘说啦，不能说那个地方，有东西会听见的。七宝，你干啥呢？赶紧过来，不许玩水。来喽！七宝拉着于明熙就朝池塘边狂奔。七宝儿，你拉着人家跑得开心，你晓不晓得你爹当初差点就成人家爹喽？于明熙脸色微变。狗子娘，你别胡说八道，我爹爹就是我爹，啥叫差点成人家爹啦？我胡说八道？你不信呐？你要是不信，回去问问你娘，看看是不是她抢了别人家夫婿。狗子娘，你说这话得有凭证，我这就去问我娘。要是你乱说，我爷爷不会放过你的。呸！跟你爹一样，不是个好东西。你别走，和我一起去找爹爹说清楚。哼，臭婆娘，你下次再敢胡咧咧，我撕了你的嘴！吴秀芳还想骂几句，又担心引来于老头，只得低声骂骂咧咧地走了。你爹爹对你很好吗？那是当然，我爹是全天下最好最好的爹爹。我就没见过比赵三叔更好的爹了。于明熙的小手捏成了拳头，眼睑低垂，没再吭气。二婶子，狗子娘说我爹是我娘抢回来的，是这样的吗？呸！不要脸的东西，竟会胡说八道编排人。这十里八乡的谁不晓得你娘是好人家的闺女，她会去干这种事儿吗？那我爹也不差呀，我爹长得好，还贴心疼人。你觉得你爹爹千好万好，那都是现在。我爹爹以前不好吗？以前呐，你爹从前呢也不是不好，就是你奶太偏心，心疼老大老二，压根儿不管你爹。三毛子你知道吧？你爹那会儿呀比三毛子还不如，东家西家要吃的，可怜的不得了。你爹像你大哥那么大的时候，脸上身上突然生了疮，整张脸都烂完了。我爹也太可怜了。是呀，哎呀，你爹那会儿是真不容易呀，瘦巴巴的，就剩一把骨头渣子，被王婆子赶出去林婆子家借钱，人家连门都不开。为啥找赵督府家借钱呢？因为他们两家之前定过亲呀。后来你爹要死不活的，林婆子一家就把这亲事给退了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！你爹被人扔在水沟里，要死不活的，还是你太爷回来碰上，带他外出求医。治好你爹病以后，又带着你爹在外跑买卖学本事。等你爹跟太爷回来时，赵春枝都去河县那头给人做妾，娃都生了。你爹老大不小，还光人一个，你太爷才会做主，让你爹娶了你娘，入赘了你们老于家。这跟赵春枝有啥关系啊？我就知道狗子娘是乱说的，我娘才不会抢别人夫婿呢。是呀，你娘多好的人呐，你爹也是顶好的人，他们俩在一起才是绝配。这以后呀，再碰到那长舌妇胡说，你告诉二婶子，二婶子替你骂死他。七宝回到家便去了书房，
熟门熟路爬到了他爹的腿上，给赵连舟塞了一颗糖。爹，甜不？甜。爹，我长大了要挣好多好多的钱，天天给你买糖吃，这样你就不会记得小时候的苦了。七宝这是干啥了？咋突然心疼爹爹了？二婶子说爹以前可苦了，所以七宝要让爹以后都不苦。赵连舟的心一瞬间变化了，鼻子开始发酸。他抱着小闺女，一抬头就看到了媳妇儿站在了门口，正含笑地看着他们父女俩。赵连舟突然觉得有妻如此，所有苦难都成过去，余生尽是美好。娘，那个婶婶说七宝的爹原本该是我爹才对，是他娘抢走的吗？赵春之想起赵连舟那风神俊朗的模样，心思也随之浮动。所以他说的都是真的？赵春之捏着帕子，不晓得该如何回女儿的话。他刚进和县余家那会儿，觉得那才是人该过的日子，可后来看赵连舟出息了，又娶了曾经的好姐妹，这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舒服的。这天下又不是没男子了，于是莲明知道赵三娃与自己定过亲，为啥还要嫁他呢？抢个屁！就赵三娃那爹不疼娘不爱，扔臭水沟里都没人要的赖皮狗，也就是那绝户家才会拉回去做女婿。你小姨在大户人家可是有大本事的，咱能看上她？老，是你拆散了赵叔和我娘吗？就他还用拆？也就是老余家没儿子才拿他当个宝。你看他那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矬样，好人家谁能看上他？你懂什么啊，无知妇人，你知不知道你错过了？明熙，你干啥呢？谁让你这样和你姥姥说话？她算我哪门子的姥姥？不过是乡下老太婆，尤家才是我外祖家。啪的一声，林婆子大耳巴子直接呼了过去。反了你了，一个丫头片子还把你能得很，看不起我赵家，那你倒是去尤家，看他们会不会搭理你这个小娘养的贱种。娘，你咋说话呢？咋说话的？我生你养你一场，可不是为了让你生个小丫头片子来气我，还话里话外的可惜那赵三娃，他是个啥东西啊？满村上下谁不晓得？当年要不是老娘我做主，让你进了和县那边的门，如今就该是你天天去码头抛头露面吹冷风了。于明熙哇的一声哭了，扯着赵春之嚷着要回去。于明浩也不乐意留下。赵多福一天贱兮兮的，就盯着他身上的好东西，啥都想要。关键这家里大人还不管教，简直就是一家子土匪。早些滚吧，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可真是半点不假，白养你这么些年了，早知道当初就该卖了你，不该卖你妹子。赵春之眼里的恨意转瞬即逝，却是什么话也没说。于三儿，你去帮帮三毛子吧，他要被卖了。你没搞错啊？真的，这会儿人都来他家了，三毛子哥没法子才让我过来找你的。于三郎看了眼爹娘，目光最后落在了七宝的身上。爹，我们去看看吧。七宝，别胡闹，这是人家的家事，你三哥跟三毛子关系再好，咱也不好插手的。可是三毛子哥跟咱们家是有机缘的。走吧，咱去看看吧。要是不去，三郎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。谢谢爹，谢谢娘，咱们快走吧。大胆兄弟，这日子又不是过不下去，咋就非得把娃儿给卖出去呀？大伯娘，又不是真卖他，就是让他跟人去跑社，过些年大些就让他回来了。他姐说的没错，就是跟人出去挣几年钱，他性子不好，也正好让人家磨一磨，大些懂事了再送他回来。余家四口人到的时候，就听到张大伯在问张大胆：“彪子是病得重，可你腿伤着那会儿啊，不是给你赔钱了吗？这才3个月不到，这钱不会就花光了吧？”张大胆不说话。他大伯，瞧你这话说的，那银子是死的，又不能生崽，还能越花越多不成？我妹夫要吃药，彪子要读书，
家里大大小小的要吃要喝，还能只进不出不花钱了。如今家里困难，前头留下的娃病了，就看这后娘咋出事儿了。婊子大姨，你说这话亏心不？十里八乡的，你再找个王氏这样的后娘看看，别说是后娘了，就是你那妹子活着，扪心自问，她能做得比王氏更好？他说着又扭头问张英，你说说，你后娘待你如何？张英低头不说话。哼，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谁晓得他以前是不是装的呢？这会儿彪子病得厉害，可就是见真章的时候了，就看他这后娘要咋做了。哎，我说你们到底卖不卖啊？我这一天天的，可没那么多闲工夫搁这跟你们扯皮呢。啊！三毛子，是娘对不起你，你要怨你就怨娘好了。这事儿不关你哥哥姐姐的事儿，也就5年的时间，你咬咬牙撑一撑就过去了。奶奶，这人把三毛子哥买去是要干啥呢？嗨，这种人买了玩还能干啥？把那耳朵割掉一只，眼睛挖掉一只，再不就是把手脚打断丢大街上乞讨，要了钱就归他们。要我说，还不如卖给人伢子来的好，总归遇见好心主家还能有个好。这种人手里便是期限到了，那娃子还能全乎有个好。这即使要卖了我，总归也该让我说2句话吧。你说，你要买我，就须得买断，跟这一家人再无任何瓜葛，将来我是生是死都与他们无关。你确定要这样？三毛子，你这是要挖娘的心呢！我只想将你点给他5年，以后你还回家，你咋能说出以后再不回来的话呢？哼，快别说笑了，5年后我都长大了，你可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那会儿张彪也该成家生子了，你和老张也该老了，就活该我这冤大头回来替你养老了，是不是？你生我一场，我挨了那么多的打骂，也背了那么多锅，欠你2口子的也差不多还清了，就这样吧。不用如此，小弟留下，我这条命反正也活不久了。爹，您心下总得有个儿子吧？我苦命的爹呀，咱也就是没娘啊，不然哪能不给你治病？那就卖了吧。既是要买断，那咱就得签个死契，免得将来这事儿说不清。你们把三毛子哥卖了多少钱？咋，你家有钱要买？你是做姐姐的，张彪是你弟弟，三毛子哥也是你弟弟，你咋能这么狠心，说卖就要卖呢？他一个野种，算我哪门子亲弟弟？大胆兄弟，你就由着人这么说三毛子？三毛子，是爹对不住你，往后你要是有好出路，也别念着爹娘了。这人是城里看守乞丐的，你以为那些乞丐是咋来的？如今太平年月，要么是偷来拐来的，还有就是你这样不配当爹卖掉的。你说好牵扯，被人剥了皮当侯一样，牵着杂耍要钱，这要是好牵扯，你怎不让你大儿子去？于二郎神情痛苦，因为激动，脸皮都跟着抽搐。那不堪的记忆无时无刻不折磨着他。他被人带着四处流浪的时候，年岁尚小，早已不记得自己是被拐走偷走的，还是如张大胆这样的被父母卖掉的。二哥不哭不哭，以后没人敢卖你了。我二哥说的都是真的，你明知道三毛子以后也会被人这样折磨，你还要卖掉他？可不行胡说，咱是正经生意人，就是收几个小孩过去当徒弟，等他们学了手艺挣了钱，自然就会让他们回来的。那你说说，你带着的孩子哪一个是学成手艺挣到钱回家的？要我说，你们到底卖不卖？弄个小孩在这里没事瞎搅和，想坏我名声不成？他爹，要不咱不卖了？哼，我就晓得，你就是做个样子给我们看，压根不舍得你亲生儿子。王氏就低头抹泪，不说话了。没事儿，20两卖了自个儿，以后咱谁也不欠谁的了。周围人一阵哗然。20两是不少，可张彪得了啥病，要这么多钱来治？大胆，
要不咱再想想办法吧。能想啥法子？我是个废人，家里都这样了，还能咋办？切，你们一个个的劝人的话说得好听，光说话谁不会呀？把钱拿出来才是真本事呀！周围人沉默了。20两实在太多了，乡下人来钱路子少的可怜，便是凑也凑不出来几个钱。三毛子哥，我家买下了。咋？你家还缺上门女婿？我家缺不缺人干你屁事？大胆，你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你儿子进我余家，好歹有个命，跟了他可就难说了。今儿个，你当老子的说句话，你要卖他还是卖我？你腿断了，舌头又没断，说句话呀！榆树要卖也不是不行，可这钱我家等着救命，虽是乡里乡亲的，那也不能少啊。啥意思啊？你们村的人合起伙来耍我啊？你现在走还来得及，再过会儿怕就有衙役过来了。都说穷山恶水出刁民，这鬼地方以后再也不来了。那买主说完，一溜烟的就跑了。不会少你的钱，但我话说前头，我买回去，那就是我老余家的人了。以后打着亲爹娘、亲兄弟的名义，来我门上哭着想儿子兄弟之类的话，哼哼，王婆子啥德行，我老头子都没怕过他。你们要打着我替你家养儿子的主意，就掂量掂量，自己那几斤骨头够硬不？爷爷，你说我亲爷爷！闭嘴！于老头为小孙女出了头，心却是跟钝刀子挖肉一般，疼得整个胸口堵得慌。张大哥，我们家孩子多，家里也不容易，如今要买三毛子，也是全了他和三郎的情谊。毕竟三郎一直说三毛子是他好兄弟，要是眼睁睁看着自己好兄弟流落他乡，他心里怕是一辈子过不了这坎儿。这还是玩得好的兄弟伙伴呢，都晓得心疼自己伙伴，那亲兄弟姊妹竟是能眼睁睁看着亲弟弟被卖出去，这心也是硬的可以。谁说不是呢？兄弟姊妹的吵归吵，闹归闹，谁真忍心看自家兄弟被卖呀？张彪架不住众人目光，也不晓得是真婚还是假婚，突然一头倒了下去。大胆！你总不能看着你儿子死吧？余叔，赵兄弟，你放心，以后他就是你们余家的人，生死都跟我们老张家没关系了。既是要卖，那咱们就得请李正还有族中老人做主，写了断亲书，签下死契，还得定下违约款。我爹说的不错，我们老余家总不能替人家养儿子，事做万全，免得将来乡里乡亲的说闲话，是不是？于老头做事果断不含糊，当即让人请了李正和村长还有长辈人过来，当着大家伙的面让赵连洲写了契书，几方见证签字，将这事儿给办妥了。于老头打开了左一层右一层的布包，那手越抖越厉害，突然他就舍不得了，这银子得来不易呀。哟，这说大话是怪容易的很，见真章的时候这不就知道疼了？余叔都不是外人，要是不趁手。张大伯有心给于老头一个台阶下，不然闹得太没面子了。于老头哪知道他的想法，在他看来，面子是个屁呀，钱才是真的。爷爷，罢了罢了，答应小孙女的事儿不能反悔呀。这事儿3天前七宝就已经悄摸的跟于老头说好了的，于老头那会儿是不信的。又不是再年过不下去，再狠心谁个会卖自己亲儿女啊？那爷爷你说，要是三毛子家真要卖他，你能买下不？他爹要真敢买，爷爷就真敢买。爷爷你说话要算数。爷爷是大丈夫，一言既出，10匹马都拉不回来。于老头这会儿肠子都悔青了，不用10匹马，他小孙女一句话就能拉回来的呀。给，老头子话说前头，以后谁敢说三毛子是他老张家的，说啥打断骨头连着筋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生养父母恩之类的话，老子刨了他家祖坟。都是一个村的，谁不知道谁呀？于老头虽是抠门，当年王婆子想要彩礼，半个铜板没摸着，
反倒是被于老头骂得不敢出门，那还是他家上门女婿呢。三毛子跟他家有啥关系？说大话应承了这事儿，估计这会儿肠子都悔青了，能不气吗？张大胆，王氏，老夫今儿也说句话，这钱给了，断亲书也写了，以后三毛子就跟你们再没关系了。要是你们实在舍不得，就把钱还给老于家，三毛子就还是你们家儿子。老于家不容易啊，人家心善，可你们不能拿人家心善当你们无耻的底线呢。老夫把话撂这儿，要是你们敢打着于家替你们养儿子的想法，我也不会饶了你们。张大胆儿捂着银子不说话。李正叔，这是我们张家人不厚道，您放心，他家还敢这么没皮没脸，咱老张家也容不下他们。你们放心，我老张家断然不会干出这种事来。你们都听见了？他这话问的是张大胆儿和张英姐弟两个。家里又不是没儿子，卖了就卖了，谁还惦记不成？你们真是因为没钱才要卖了三毛子哥吗？哼，那不然呢？有钱谁还卖他？可你们有钱啊！你个小娃娃不要乱说，真有钱谁还卖儿卖女的？这不是没法子吗？七宝指着张彪大姨，你裤兜子里揣着5两银子，又指着张英，你枕头下放着7两银子还有多。还有张叔你屋里也有钱啊，张彪到底得了啥病啊？这么多钱都治不好。正火大的张家大伯娘给旁边2个年轻妇人使了个眼色，2个妇人上前将张彪大姨按住，果然从他的裤兜里摸出了1把碎银子，还有一个老太太则是摸进了张英的屋里，从他的枕头下拿出了一个5两小银锭和2串钱来。嗨，看看，这不是有钱吗？这啊，可着你们这一家子就拿三毛子这娃折腾呢。你，这是我家的，他张家的娃，不该是张家出钱医治吗？跟我有啥关系？这钱不是你的，是张英给他姥姥的。说来那就还是张家的钱，怎么能算是你的呢？你谁家的小娃子，关你啥事儿呀？没事回家找你娘喝奶去，别瞎掺和别人家的事儿。服务村的村长问张大胆儿：“这家里有钱呐，三毛子还卖不？”那你们家既是有钱，那也不用卖娃了吧？那个娃我还给你们，银子给我。王氏眼泪汪汪看向张大胆：“于叔，这买卖契书都签了，三毛子以后就是你家人了。银子，给你弟请大夫去。”王氏，没看到彪子难受呀？你这个后娘就是不晓得心疼人，还不快烧水去？王氏看了几眼张大胆儿，又看了看三毛子，一颗心像是掰成2半，疼得撕心裂肺。咚的一声，王氏竟是一头昏死了过去。大胆，你看着当娘的到底心里难受，要不还是……大嫂，这是我家的事。好，以后老子再不管你家事了。转身就走。张家大伯娘摸着三毛子的头，哭着道：“你以后去了老于家，可得听话些，以后好好孝顺老于叔。”于老头见这银子要不回来，黑着一张脸，扭头去了地里。七宝，爷爷是不是不喜欢我？喜不喜欢你心里没点数呀？还提这干啥？以后敢对我爷不孝顺，我揍死你！老三你放心，以后但凡我有一个同伴，那绝对先给咱爷。滚！你得叫哥。好兄弟，你救了哥的命，哥这辈子都感激你。可你不能再让我当弟弟了，我这辈子当弟弟当得够憋屈了，可不想再是个弟弟了。三毛子哥，张彪到底啥病？谁知道呢？前阵子突然就叫着心口疼，说是疼得厉害，连气儿都喘不过来。大夫来看了几次，也看不出啥问题，吃了几副药也不见好，倒是钱花了不少。你家就没想过他是装的？七宝点着小脑袋，他方才看张彪面相，可不像是重病缠绕的样子。谁管他是真是假？以后他们家都跟我没关系了，以后可别再说你家了。在地里收白菜的张大伯也在和妻子说张彪的病。
哎呀，你说他到底得了啥病啊？闹到要卖亲兄弟的份上。哼，得了吧，你还真信他有啥病？我看呀，这病八成是装的，根源还在他老子那儿。这事儿跟大胆有啥关系啊？你这亲哥哥看不出，我却是看得真真的。分明是你那好弟弟，如今断了腿，成了废人，担心王氏年轻守不住，想把三毛子给卖了，让王氏没了后路，死心塌地的为张家当牛做马。断了腿不该留着三毛子，让王氏有个念想，这样才会更老实。你傻不傻？王氏再是对张彪姐弟两个好，你那兄弟总归是不放心。这如今没了三毛子，王氏要是不对张彪好，以后可就没儿子了。再说了，买了亲儿子的女人，以后谁家敢要？可不得死守着你老张家了。哎呀，说话就说话，一口一个老张家几个意思。两口子嘀嘀咕咕说着，将菜叶一扒拉，各自背起一背篓回家去了。两人走后，才从一旁草垛后出来个人影，王氏手里捏着一把葱，捏的那葱都破了。他浑浑噩噩回到家里。你死哪儿去了？天都黑了，还不做晚饭？晚上不费灯油啊？让张英做，我头疼得很。王氏说完就进里屋躺下了。张家人瞬间傻眼。王氏一向逆来顺受，这还是头一回公然说不。爹，你看他这啥意思？去做吧，你这么大了，也该学着做饭了。张英在三毛子面前耀武扬威，对上张大胆这个亲爹，气势就弱了。进了灶房，摔摔打打，将东西弄得砰砰响。王氏躺在床上，眼角划过一滴泪珠，缓缓闭上眼，假装啥也没听见。三郎，你去烧水，给三毛子洗洗，晚上他和你一起住吧。哦，不用麻烦四弟了，我自己烧水就成。弟，大哥烧水去。哎，给你脸了是不是？刚进家门就叫我弟弟，谁是弟弟？别吵啦，快洗吧，一会儿天黑了不方便。晚上，于老头和赵连洲回来，全家人坐在一起，算是第一次吃顿合家饭。七宝愣愣看着三毛子已经添了第3碗饭，想不通，他个头看着比于三郎还矮了一截，那么多饭是吃到哪儿去了？我是不是吃的有点多了？哎，吃吧，没事的啊，你还是个小孩子，正长个的年纪，就该吃饱才是。话是这么说，他已经开始担忧那快要见底的米缸了。吃完饭，于老头敲了敲桌子：“三毛子，你才来我们家，以后既是这家里一份子，那该有的规矩就得讲究起来。”三毛子正襟危坐，一脸认真。按规矩，三毛子该排第几？第3。第4。你是几月生辰？7月初3。哈哈，果然是个弟弟，哥哥6月11的。这是什么？姑娘，这等路边小吃最是不干净了，姑娘还是回府用饭吧，老太太定是一早就等着了。可我就想吃这个。来2个鸡肉的，10文钱一串，一共20文。客人，你还有别的吗？于雪莲手忍不住抖了一下，不明白闺女为啥狮子大开口。这么贵？哪里贵啦，一直就是这个价好吗？我们小商贩做生意，起早摸黑很难的。婶婶你自己想想，有没有了解过我们的吃食？其他地方有这吃法吗？别一上来就说贵好吗？婆子没想到自己不过是说个贵，就惹得七宝叨叨这么多话。走，姑娘，咱不买了啊！不，我就要吃这个。你不买，回头我告祖母去。婆子没办法，只好掏钱给小姑娘买串串，偏偏买一个还不愿意。小姑娘辣的不辣的每样都要，婆子无奈，只好依着她的要求来，零零碎碎买了2大包。欢迎下次再来。待一行人簇拥着小姑娘上了马车走远。我的个乖乖，七宝，你咋能这样坑人呢？哼，他是和县余家的人，他们家的银子为啥不赚？和县余家？七宝，你咋不告诉哥呢？要早知是和县余家的人，
他能哄着那小姑娘将2大锅菜全买光。哎，七宝，你咋看出他是河县余家的人的？方才那老奶奶说他们是从京城来的，和余家人一条船，又是在咱们码头下船，除了河县余家，还能有哪个余家？于是莲不得不感慨女儿聪慧。于三郎跟个人精一样的，如今有了三毛子加入，他便撂下摊位上的差事，跟个泥鳅一样跑着去打探消息。他们家那个官老爷估计官保不住了，说是他前脚刚回来守孝，后脚人家就揪住他的小辫子。如今他的官已经被人给顶了，原本不打算回来的媳妇闺女在京城待不住了，这才打包送回来的。三哥四哥，你们以后遇到他躲远点，他性子不好。切，那样的小泼妇，小爷才懒得理他。哼，是你怕了吧？自打三毛子进了余家后，于三郎就觉得这个曾经的生死兄弟咋看咋不顺眼了。笑话，小爷会怕他？